2024年9月17号。好，这时间点了，来到了就是9点，现在已经超过了2分了，好，不好意思，今天晚上是中秋节，那我们的讲师吴秀珍团长呢，他依然就是应我们的邀约来上线了。那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就在线上团圆哈。我们邀请秀珍团长。好谢谢知颖啊，知颖，那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个国际活动的参与。其实国际活动呢，我很慢才参加啦，因为没有很早，我差不多三十几岁才参加这个国际活动。那我以前童军我是大学才参加的啊，大学我是彰化师大罗布群，所以林一斌教授这是我的团长，所以我的报名表上面是要他签名的。对啊，那个其实我们团比较特殊啦，更早之前团长是2个，然后后来就是经过一番整顿说，现在团长是他，然后指导老师也是他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以前大学童军团就是比较封闭嘛，就一般的那种罗浮群这样，比较封闭哦。然后那个时候呢，指导老师是林宜斌老师，他在彰化师大教书，然后就是他在推国际活动。然后那时候我就第一次听到国际活动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可是因为那时候我英文不好，而且家里比较没有那个经费，所以那时候我们老师就找了一个同学去，然后去哪里呢？去南非，他们干嘛呢？他们要去申请那个2004年世界罗浮大会，就那一次，就是林一斌老师带去的。然后他带一个英语系的同学去，也是我们彰师团的伙伴去，然后去了就是成功争取回来了嘛。所以今年那个世罗争取成功，我就想到20年前那件事情。对，那个我们彰师是与有荣焉啦。然后呢，就是回来之后呢，他也送了我纪念品，就这个是南非那次的布章跟那个钥匙圈哦，我今天才把它翻出来。那说实在话，是把它视为珍宝。哦，然后后来2000年我有报名那个墨西哥的世界罗浮大会，然后那个时候年纪刚好符合嘛，想去哦。可是去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跟家里面有点状况，然后就觉得说，因为我家小孩蛮多的，所以想说，我爸爸妈妈只让我去啊，他不让我弟弟去啊，这样好像不太公平，所以后来就决定不要去了。那决定不要去的时候呢，林老师他也是鼓励我啦，他就说，你没有去中美洲，那你要不要认识一下中美洲的文学？他就说，你看全世界，那全台湾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中美洲的文学，就是墨西哥文学长。然后他就给我开启这扇窗，那我就可以去，在每次出发去个国家之前，可以预先了解这个国家。然后呢，后来2007年，我有报去英国，我有报，但是我又没有去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工作遇到一点状况，我那时候就决定辞职，辞那个私立学校的老师，然后去考研究所，然后所以就是2007年的时候呢，报名没有去，然后我事实上很早就知道有 Robert Way 的，Robert Way 在2006年的时候台湾人有去，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在私校当老师，然后想去嘛，就是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去，所以后来都 pass 掉，所以差不多2个活动都没有，我报名都没有去。当年的世界罗浮大会报名要甄选，就是我们去墨西哥报名要甄选，然后我们要去台北甄选，然后一大早搭火车去，还没有高铁，搭火车去，然后请台北伙伴来载，然后去到总会呢，还考英文的面谈，还要考那个审解。那好不容易就是甄选上，可是后来我没有去。2000年去墨西哥没去，2007年去世界罗浮大会，世界大陆营也没去。那后来就是到了，后来我就念研究所嘛。然后念研究所之后就全职研究生，全职研究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遇到2011年的世界大陆营。
然后世界大陆营那个在瑞典，然后下一次的世界大陆营在日本已经出来了，所以那时候很多伙伴他们就想去日本，他们就觉得瑞典太远太贵，然后我就想说啊，我都没有去过国际活动，我想去，然后所以就跟我妈讨论，然后我妈就把我的存款拿出来嘛，那你自己要去，你把你存款拿出来，所以我就去了。那我去的时候呢，一开始还报名那个 CMT，就是Contingent Management Team 嘛，然后 CMT， 然后结果呢就缺了一个带队服务员。他缺一个带队服务员的时候呢，我就被调去当 UNI leader， 当 leader。然后当 leader 的时候呢，就看到我们这个小队小朋友都是台南人、高雄人这样。啊，我就心里想说，我是台南人啊，他们都是台南、高雄的，那我应该要把他们照顾好。对啊，因为其他台北，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只去3个团跟一个小队而已。那3个团都是台北的嘛，建中127的那个建中校友团，然后还有那个政大，还有李永义的团啦，李永义那个大理高中的团，然后再来就是台中的那个明道他们有去3个小队，然后再就是我们那个台南的那个混合的小队这样。那所以我就去瑞典了。那去瑞典之前呢，就是林老师他那时候给我开启了一个东西哈。那因此呢，我就开始去找瑞典的书籍来看，然后我就是找了非常非常多哈。然后其中最代表性的一本哈，我这边分享给大家。那本书是一个台湾教授写的，那本书叫《台湾女生瑞典乐活》哦。所以呢，让大家来看一下这本书长这个样子哦。然后呢，之后呢，我只要出国哦，我就会去找这个国家的书来看哦。然后就看，看着就是去瑞典嘛。那就瑞典，带着小朋友的时候呢，是觉得说要让他们安全嘛。我上次有讲，当然安全，然后还要叫什么东西，就是 happy， 让他们开心。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小朋友他说，哎，团长，我想要换某个布章。哦，但是小朋友不能直接找大人换，你可以帮我换吗？OK， 我帮你换啊。然后那个小朋友跟我说，老团长，我想去那个高塔，因为那个营地中央有个高塔，然后一定要大人带，好，小朋友不可以自己上去。OK， 我带你上去。哦，然后小朋友说，团长，我的东西不见了，被其他人拿走了，就是被同团的不同学校的拿错。OK， 我帮你找。哦，就是帮他们解决问题。那所以那段时间在瑞典过得还算蛮开心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真是带出就是全世界算是蛮快乐的一个小队这样。然后后来结束的时候，我们是那个跟团旅行，然后是在瑞典跟挪威旅行，是跟团啦。那跟团的话，我们那个旅游团还有张文新啊，他认识他，张文新是我们导游啊，然后还有曾兰香团长，大家认识他嘛，对不对？曾兰香。哦，这几个大人，然后还有一些小孩，然后包括我这个大人，真的我们就是会旅游嘛，都是跟团这样。哦，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活动。当然，我更早有一次参加国际活动是去哪里呢？是去台湾的世界萝卜大会。台湾世界萝卜大会，我今天有带领进来了。这是台湾世界萝卜大会，当年我还是参加人员哦，那是我最后一次当参加人员。然后还有更早之前呢，我有参加过国际活动，哪一次呢？1998年的亚太大陆营，然后那个时候是在平克纳那一次，那时候是我以那个就是 IST 就是工作的罗浮进去的，然后那个时候当然超过18岁，然后可是那时候就怎么看到外国人，就觉得很新奇，就可能看到外国人这样哈，那种美国人啊、香港人，就怎么台湾同军会有外国人这样？那是我开始慢慢开启童军的国际视野的一个契机。然后再就是瑞典，那瑞典的会后旅行还是跟团，然后再来就是这样继续当研究生嘛，当研究生之后写论文。那写论文之后呢，就遇到一些瓶颈，然后快毕业
还没毕业那个当下哈，我今天带了领巾哈，就是瑞典那一次的世界大陆营的领巾，这是代表团那次的领巾，就是那时候领巾，那时候的布章做的比较朴素一点哦。然后还有这一条，这条是 Unilever 的领巾，这条是瑞典那一次的。那大家可能比较有印象的，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是英国的，英国100周年的世界大陆营后，大家台湾很多人去哦，然后瑞典我们台湾人只去100多个，所以这个相对我们是稀有动物哦，有这条领巾的应该不多了。然后后来就是到了2013年的时候呢，就有伙伴跟我说，团长你要不要去加拿大的世界罗浮大会？好，然后加拿大那世界罗浮大会，刚好我还在当研究生啊，我还有点时间啊，然后我在兼课赚的钱，我可以支付那个什么参加费，那时候参加费是27000块，印象非常深刻。好，然后呢，然后我就跟我妈讲，然后我妈一样就是叫我把我自己的存款拿出来，然后所以我就有机票钱，我机票钱很晚才买，然后6万多块台币，然后但是因为还在做研究生，然后所以就只参加活动，就去就回来，只去加拿大去，然后参加活动就回来。那参加活动就回来之后呢，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说实在话，因为心情也是很紧张哈，也没有自己自助旅行过，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实在话也没有人带啦，没有人带我去自助旅行过一次，我不知道自助旅行是什么样子因为第一次出国是跟团然后也不知道然后呢就决定去就回来，然后可是当下我就看到我们世界罗浮大会的那些年轻人，怎么有人可以从加拿大的西岸玩到东岸去？他们是从渥太华玩到温哥华去，而且他们才20几岁，然后就觉得说，他们可以做到，我为什么做不到？然后他们为什么这个自助旅行对我来讲好像是天方夜谭？我为什么好像做不到自助旅行？好啊，当然我去加拿大之前呢，我也看了书跟各位伙伴分享看的书籍是这个，这是加拿大简史，看加拿大历史。那去瑞典之前是看看瑞典的历史，还可以去加拿大的时候看加拿大历史。所以去加拿大因为我们去的地方是魁北克的话才知道是法语区。然后加拿大为什么会有法语区有英语区？原来是当年英法争霸的结果嘛。当然看了加拿大的历史之后才知道一些过程。然后这边也给各位伙伴呢看一下当时呢的一些照片。好，这是我的团长田一平老师。对那个时候我们在瑞典的时候拍的，因为他那时候呢他有去他是担任分营主任，他被邀请担任分营主任，然后我是 unit leader 嘛，我们在营地见到面，然后就拍了一张照片，应该是我跟他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就是第一张合照也是目前的唯一一张，因为我之后跟老师很少见面，我在台南嘛，他在彰化很少见面。好，这次的我要去挪威也是他签名的所以他是我团长。然后再来跟各位伙伴看一下照片这个是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我去瑞典那一次，然后我们一落地就是在丹麦旅行那是跟我们同一个行程的小朋友，然后这个是在丹麦的街头然后跟英国童军相遇然后那个时候呢，英国人跟我说他们来了4000多个成员，然后说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整个丹麦都已经是他们英国人全部都来了就全部都到达了所以那个时候在整个丹麦现场当中呢，就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童军，这2011年那时候的事情，
那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童军哦，那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世界大陆营之前哦，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做 Scout City， 哦，整个城市都童军了，哦，就是走在路上就遇到外国人，然后就开始交换领巾啊，交换布章啊。那旁边这位是正大童军团的伙伴，他已经把领巾换掉了，哦，换成别的国家的，哦。然后这个是我们在营地的时候，这是我带的小朋友，他是台南人，然后这是我的小朋友，他们都是台南跟台中人哦。其中一个是陈竹君啊，陈竹君现在应该大家比较认识他。然后这是在这个大陆营的现场开幕典礼的时候，然后只是看到国旗嘛。啊，这是活动哦，这是带小朋友去参加活动的时候，这是滤水器。然后我们就跟瑞典人请他们教我们欢呼，然后换布章嘛，哦。再来就是有一个活动叫 Camping Camp 哦，在瑞典的时候有个活动叫 Camping Camp，Camping Camp 就是我们到距离主营地一个小时外的一个当地的一个营地里面去接受当地童军团的招待，哦，叫 Camping Camp。然后当他们那边的很多小朋友就是童军嘛，但是他们年纪太小了，他没办法参加世界大陆营，所以他们就在当地招待我们的时候呢，表演一些那个瑞典童军的特色哈。这个是瑞典的一个叫圣露西亚节，他们就小朋友表演给我们看。然后这是平常瑞典当地的食物嘛。那左边那位女士呢，到现在我还在跟她联系，还在网络上有联络。然后这是跟瑞典的小孩子交换领巾，然后那时候我就带这一条，我才带3条去而已。然后那个小朋友就是瑞典当地的童军团，他就要跟我换，要跟我换。那跟我换的时候呢，就是我带去的小朋友都不跟他们换，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领巾不好看。然后我就跟他们换，我就把我的领巾跟他们换。就我的副小队长就跟我说：“团长，你是真正的服务员，你是满足小朋友的想法，满足小朋友的那个梦想。”好，然后再来是这个是营地的，然后这是荷兰的哈，他们在营地搭一个那个风车哦，这是我的小朋友哈，他们跟那个墨西哥人交换领巾。那是营地当地的当地的一些游戏哦，这是拿铁锤去锤那个前面那个目标。然后这个是大的那个弹珠台哈，上礼拜有讲过，就是要人去抬的，真的蛮有趣的。然后这个是弹簧嘛哈，然后要把这个管子把它接起来，这个这个什么球才可以从那个管子穿过去。这后面做的都是我带的学员。然后这是这个活动哦，就是森林里面的那个跑跳嘛。哦，然后大家就跑。然后就是做了，就是其他的团的其他国家的，他们用木头呢做成一些营地的设施啊，当然就是去用它，上面写 Please use me。然后再来就是营地有一些设施，这个叫做风火轮嘛，就是那个摩天轮。它是搭的哦，人搭的，然后 IST 去拉它，所以呢在这个站里面 IST 每个人都满头大汗哦，然后有这个跳跳马。哦，然后也去丹麦，这是安徒生的那个雕像前面拍照。哦，这是其中一个叫做什么？水土保持的，它就是模拟那个土石流啦。哦的那个模组，这也是水土保持的那个模组。然后就营地里面那个小朋友嘛，这是活泼的动哦，然后就开始玩叠罗汉，中间有2个台湾人。然后就是这是摩天轮。哦，下面 IST 呢，每个人都满头大汗哦。然后还有这叫什么？就是风火轮那种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去加拿大哈。那加拿大我是唯一的我们团的 IST， 哦，IST 只有我一个，那其他都是参加员，参加员有39个，IST 只有我一个哈。那说实在话，那个时候的代表团呢，对 IST 的照顾基本上是没有了，就是他们主要是照顾小朋友，IST 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唯一的 IST，然后也得不到总团的一些照顾哦，所以我后来都自己摸索啊，自己买机票，然后到现场啊。好在到现场的时候呢，有那个亚太区的田汉文先生哦，就跟
跟我一起搭同一班飞机，然后他就带我来到那个魁北克，然后呢带我去营地这样。然后他们营地是用这个 school bus 做接送，怎么很有趣？我第一次坐到外国的 school bus， 但里面的位置很小哦，那些小朋友坐的。然后这营地里面的，这是魁北克里面营地的风光，这是世界罗浮大会。好，那世界罗浮大会呢，我今天有带领巾来，让大家看一下。这条就是2013年世罗的加拿大那次的世罗的那个 IST 的领巾 ，IST 的，然后小朋友领巾是白色的。好，然后再来呢，再给大家看一些照片。哦，那个加拿大这次，因为我就是对于自旅行又没有概念，所以说去就回来。然后划船，那好在呢，我遇到一个还不错的美国人哦，但是他是日本的外表哈，美国人，然后因此他就带着我这样，然后我的工作是 security， 这是我第一次当 IST， 我第一次当 IST， 我全台湾就只有我一个人参加代表团是当 IST， 哦，然后我去，然后现场，而且我是事先到营地去，那现场基本上是我一个台湾人，然后就也是紧张害怕啦。然后好在有田汉文先生哦，就是带着我，然后就是把我介绍给那位美国人，然后美国人他就带着我这样哈，然后我们就是变成 security， 我就是 security， 就是那个所谓的 safety， 就巡营地的啦，那巡营地的，然后我就跟他2个一组这样哈，等一下会看到他的照片哦，他人很好，我们现在还有在联络。然后这个在魁北克的营地晚上非常冷哦，然后但是就是每天晚上都有 campfire， 都有萤火啊，大家烤火啊，聊聊天啊，然后有那个北美洲原住民啊，跟我们聊聊天啊，讲讲话这样子。好，然后这是营地的游戏，这是把那个球丢到这边有一个按钮，然后按到之后呢，这个人就掉下去了。然后他们后来的小朋友呢，常常就会把自己的代表团团长把他推上去，然后去丢那个球，然后丢中那个按到按钮之后呢，代表团长就掉到那个水桶里面去。好，然后那个时候呢，在当 security 的时候，我是坐8休8，然后坐12休24这样，就是坐8个小时休8个小时，然后坐12个小时就可以休24个小时这样。哦，轮班的啦，轮班的哦。哦，然后这是文化日，好，文化日哦，跟那个波兰的童军合照哦，然后这位先生也有现在还在跟他联络，是波兰人，也跟他联络哦。哦，然后他在那个后来在日本还有再遇到他哈啊，他那时候呢他在日本那一次的世界大陆营的时候呢，波兰就想要争取世界大陆营的，他这时候就跟我拉票，这时候开始跟我拉票啊，然后我就说好，我在跟我们的代表说好，然后那个时候呢，地里面有一个大柱子，就可以刻下自己的国家的名字。然后这个是营地的活动，就射飞镖哦，就是比较原始啦，加拿大的童军在森林里面的那个活动。然后这是台湾，这是我们台湾的自己就是刻了一个台湾的那个鹰科。然后这是我的 partner，就这位哦，这位先生。那这位先生的话呢，他是美国人，但是他是日本的外表哦，他是美国人，他日本外表哦。然后他们家已经来日本已经来美国4代了。他说 4 generation 4代了哈。啊，他非常喜欢动漫，然后我们2个就一拍即合嘛。然后每次出勤的时候哈，就跟他一起，我们2个人就是一个小队出勤，就是他是我 partner，然后所以那是整个营队期间呢，就是我会跟他哦他带着我这样，就带着我这样子啊，所以就是整个活动期间就还不错，就是遇到很多人帮忙哦。啊，他知道我英文不好啦，所以他讲很慢。然后我们还聊非常多啊，聊到台美关系什么的。对，那个时候的事啊，应该说是贵人啊，就是人生的一个贵人哦。然后后来在2015的世界大陆营跟2019的世界大陆营，他都有去，然后我们都还有见到面哦。不过后来都不同部门，然后就比较没有交集。不过现在还有在见面哦，还是说互相寄东西
哦，比如说我寄布章给他，他也寄布章给我哈，哦，基本上寄就是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呢，再来，这个是德国藏嘛，他非常熟悉的。我第一次看到德国藏，在加拿大的时候，在瑞典那时候很少见，然后我就看到哇，这德国藏，然后非常的特别哈，就是今天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也是看到人家的这不同的帐篷。然后这个是当地营地的活动，这是酒驾，防酒驾哈，就是你戴了眼镜之后，你头会晕，然后就你要把它走完哦，这是当地的活动。然后再就是日本的哈，然后呢，后来呢，我就研究所毕业了嘛，研究所毕业之后，2014年就是主要在国内参加活动。事实上我在更早之前呢，我是在干嘛？我罗浮结束之后我在干嘛？罗浮结束之后，我主要是在担任罗浮考验营的小队顾问。我当了9年的小队顾问哦，就是从那个差不多从民国91年到99年，当然九年小队顾问，一直当到我还在当到从我有大学从我还在念大学就开始当了哈，然后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当到小队顾问，然后一直当到还在就是去私立学校教书也是当，可是那时候就没有想到要出国，然后呢就是一直当到民国99年。就是9903年的罗浮考验，我还去当小队顾问。然后之后就是民国100年，就2011年，我就决定出国。然后那时候就去瑞典。然后去瑞典之后就没有再去担任罗考的工作了。那所以是2014年我就没有出国，因为那时候刚毕业，然后还没找到工作。那是有去全国罗浮大会开始帮忙因为我在2013年的世界罗浮大会是担任那个巡营地的嘛。那当然2014年我就去全罗，我就担任那个场地组，场地组，然后以为也是巡营地的，结果不是呢，是器材组，然后操的要命哦。还是题外话。好，然后再来就2015年然后就是世界大陆营嘛。世界大陆营当然就去了哈。那世界大陆营的时候呢，就是会后旅游，也没有跟团。没有跟团的时候呢，然后就有几个朋友在约事后会后旅行，然后就会后旅行就去。那去的时候呢，后来行程不太一样。那行程不太一样的时候呢，我就有3天的自己的自由行，然后我就要去东京。结果我妈非常紧张对啊，她说你怎么一个人？然后你为什么就是不同的你的那个什么你的旅伴没有跟你一起？就我妈非常紧张，她还要求我在日本朋友去接我，然后还要求说什么可不可以去参加台湾人的旅行团，就跟他们在东京会合等等的。然后后来就是靠着订饭店，然后再靠着WiFi，那时候还没有买漫游，就靠着 WiFi 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在东京的时候，后来就是因为我是动漫迷嘛，然后就找一些动漫场景，然后就过了3天这样，过来还不错。3天就是等于说是开启我第一次的自己一个人自助旅行的冒险。之前也是在日本的会后旅游也是有自助啦，不过那是朋友带着。然后那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就是日本的会后旅游，最后是3天，然后呢，接下来就是2016年的那个欧洲区罗浮大会。那2016年是欧洲区罗浮大会的时候，在法国嘛，而且我今天有带2016年 Rover Way 的领巾来，它长这个样子，这是Rover Way 它是3年一次，等一下我会讲这 Rover Way。那这个很好笑哦，这个很好笑，这个很好笑，怎么好笑法呢？我们那时候呢，在大会期间在买这条领巾，很贵呢。一条领巾的话呢，折合台币好像300多块台币。然后结果我们在前面买的时候呢，那后面他们拿着纺织，拿着那个裁缝机那边把这块布章缝上去，然后这个边他们都现场车的，一条卖300多块台币。
然后后面的那些妈妈在那边加工做领巾，然后前面的那个童军在那边买领巾这样子。那说到日本日本世界大陆营的时候，我当 ST 嘛，那是第2次当 ST， 所以心情没那么紧张了。没那么紧张的时候呢，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 ST 就人太多，在日本那是 ST 人太多，所以后来我没有工作。那没有工作的时候呢，后来大会就安排我们就是去放卫生纸然后放肥皂那还组成一个 team 我们就是一个小 team，然后呢就是还轮班呢，每半个小时一班，然后就厕所里面放卫生纸跟肥皂这样，不是打扫厕所，是放卫生纸跟肥皂然后后来是过得蛮开心，然后闲暇时候就是营地到处走走。然后再来认识朋友交新朋友找旧朋友，所以日本过得还蛮开心的就是唯独会后旅游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自助紧张的要命然后家人也紧张，我很紧张这样子后来好不容易完成了那这边让我们看一下2015年世界大陆营的一些照片这个是在门口的一个大的城堡就让小童军玩的。那2015年那次世界大陆营比较特别的是说呢，它有开放外面的人进来，每天都有，而且那个外面进来不是 day visitor， 不是那个童军，然后你不能参加大陆营，你买票进来参观那种，不是，它是附近的民众，就是日本的附近民众这样。所以很多日本当地人会进来玩，但是它仅止于前面的，就是那个contingent tent，就是代表团帐那附近而已。那后面的那个露营区他们就没办法进去那这个城堡是给小朋友玩的，然后还有跟日本女童军拍照，我们日本童军制服很漂亮对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是 contingent tent 的一些游戏就是大家拉绳子嘛，就我拍的因为我就是随意走走看看，然后再来就是跟我的 team 合照。后来这中间的3个外国人有2个后来都在其他的场合都有在遇到然后童军真的是不分国界，然后这个很快很容易就有跟外国人见到面，然后变成好朋友，他就是你跟世界拉近距离这样子那这个中间那几位呢？最左边那个叫莫妮卡，是瑞典人他很有趣。那个什么台湾总统大选他的关系，他会传讯息给我，他说你们总统换人了什么什么什么好，然后呢然后到左边过来的第2位那个也是瑞典人，他叫做 Lisa 他当年是大家都真的长漂亮嘛大家都就是大家跟他交朋友，然后呢再来就是从右边第2位那个是汤马斯他英国人他超有趣的，他非常喜欢动漫他这次来日本的之前，他去东京扫购了一堆的那个2手的那个任天堂卡夹，还秀给我看。对然后就是超有趣的一个人，他是银行员他就认识新朋友然后再来就是在闭幕这是闭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代表团非常的有趣，我们代表团每个人一支旗杆，就是我手上那个旗杆，每个人一面国旗，代表团那个时候代表团非常的有钱，每个人一支旗杆，每个人一面国旗，还有人每个人一个脸盆，那后来全部都货运回台，因为我们台湾那时候去了1200多个，然后呢有做4个货柜所以后来在那个那个叫什么，去年世界大陆的时候，我就问说台湾有没有租货柜，就没有那日本那次有后来都是用货柜，就直接把一些东西运回台湾然后呢再来就是干嘛，这个参加过世界大陆营的伙伴都知道干嘛，排队进餐厅嘛韩国那次也是嘛，对不对？日本那次也是后来大家都说什么东西jumping for queue for cool 就是排队，在大陆你就排队，然后再来
他们当地的邮局，然后很多伙伴就是在当地寄行李就回台湾了，就是把那些布章啊、帐篷都寄回去。对啊，然后日本那次还有非常邪恶，他们的那个什么 Mount Bell 来这边开分店，好像一堆团长都疯了，就开始shopping 哦。有一个伙伴叫邓维京，大家认识他吗？他就买了一个大的帐篷，因为在日本买非常便宜，买个大篷，然后就直接买完，隔壁就是邮局就寄回台湾，也都没有搬到自己的帐篷，就是寄回台湾哦。然后现场有邮局，然后而且因为日本那是它的营地算小哦，然后所以呢相对来讲走路就很快就得到了目的地，然后它很多柏油路，然后那个什么。它事实上也不是营地的，它是一个海滨公园，然后有一个大的遮蔽物，就是一个大的那个巨蛋哦，可以做风雨操场的风雨棚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会把日本那次跟韩国那次做一下比较哦。韩国那次的天气跟日本那次一样，可是差别就是韩国场地太大了哦，然后所以走路就花很多时间。好，然后再来就是在路上拍的英国伙伴，他们拿着旗杆，这旗杆是什么呢？帐篷的银柱哦，所以就是各个国家展现自己的国家的特色是不遗余力的。再来是在法国那一次哦，那法国呢后来就是2016年哦，就是我要去罗伯威嘛，罗伯威2006年我想去嘛，但是就是没有人带。就不知道怎么去，也不知道怎么报名，就没有去。当然那时候有些伙伴讲的话讲的不是很好听啊，然后后来就没有去嘛。没有去的时候呢，然后就是2016年我就想去，我想去的时候刚好呢就是中间有一个人，叫做王硕义，就是右边数来第二个王硕义，他会法语，他是那个他是霍甲国中的伙伴，就是我们台南这边伙伴会法语。那法语的时候呢，他就说：“哎，修真你要去法国，那我们来组一个代表团好了。好，那我跟你去，我跟你去。好，那我们就开始找参加人员跟找 IST， 然后找了3个参加人员跟现场的1、2、3、4、5个 IST， 是我们才8个人。这是我们的 Robert Way 的团，这小团。好，那这个现场看到那些全部都 IST 哦。然后有没有伙伴认识最左边那一位？他是刘克全团长嘛，对不对？刘克全他去年世界大陆也有去哦，应该我们全台湾最老的已经70几岁了当年跟我们去。然后去法国的时候呢，活动期间因为那是我第3次当 ST， 然后第3次当 ST 的时候呢，我语言还是不太会所以我就自告奋勇我要去厨房工作，我要去厨房。在厨房在厨房工作的时候呢，他们的厨房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他们的餐具要用洗的，他要洗杯子、叉子、盘子、汤匙，他们都要洗的。那怎么洗呢？手下去洗吗？不是啦。有去过欧洲伙伴应该知道他们怎么洗东西。他们用洗碗机洗，而且是非常大台的，就直接呢把脏盘子全部用车子推进去这样。真的大开眼界。我在国内很少见到这样的情况，就大开眼界。他们是这样洗的。然后呢，我们去的一个法国营地非常的大，它可以容纳3万人。然后就会看到他们整个仓库的器材，这是大开眼界。然后就想说，我们台湾童军有没有办法像这个样子然后他们的器材都是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大，而且非常完善。那他们的营地里面还有加油站那营地里面还有挖洞的那个挖洞车，因为我们那个旗杆是在营地里面，旗杆要挖洞，他们有现场挖洞车，可以把那个旗杆直接插下去，然后就觉得说哇，这个外国东西这么会玩然后就是非常 surprise 大开眼界那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去巴黎附近玩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会有旅游只待1个礼拜，然后待1个礼拜的时候呢，就决定只在巴黎，
然后巴黎当然就去了巴黎著名景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这几个伙伴，包括参加人员，包括 IST， 好，那我们就做 Airbnb， 好，就是租一个房间啊，住7天这样，然后所以也不算自助了啊，就是每天出门都一定有旅伴，我们就说就是啊要不要去凡尔赛宫啊，要不要去罗浮宫啊，那3、4个好友就约，然后其他的不同的路线就自己走这样子，然后但是已经自己会学会买当地的票了。哦，巴黎的地铁的票，哦，啊，学会看 Google 地图，哦，所以算是自助旅行的一个起点，哦，然后呢，后来就是很顺顺利利的回到台湾嘛，在巴黎认识，啊，事实上巴黎那个时候也遇到恐攻嘛，2016年的时候遇到恐攻啊，遇到恐攻的时候呢，出门，就是有士兵在巡逻啊，进入到卖场都要收背包啊，哦，那后来都习以为常，因为就是巴黎治安也不好哦，所以就只要出门的话，前后都不要有人靠近我这样。哦，到底安然无事就回来了啦。哦，那刚刚有给伙伴看到的，这个是巴黎那次，这个法国那次的 Roberway 的引金哦，这个很好笑。哦，就说他们前面在卖一条卖300多块台币，后面他们用那个裁缝机哦，上面直接车这个布哦，车那个边，然后布张车进去了，就开始卖了，前面卖300多块，后面的原来是一块布，开始这样车吼，就觉得很好笑。对啊，好，然后再来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巴黎的那时候的，在法国那时候的照片。哦，这是我们 IST 即将出发，参人员已经先走了，IST 即将出发。然后这是营地的活动，然后这2个爸爸妈妈跟这个小男孩，他们去年也有去，然后去年这个小男孩已经长很大了。哦，不知道有没有伙伴去年在世界大陆的时候看到这个芬兰的爸爸妈妈，然后这个小男孩，然后这就是我工作现场。哦，然后工作现场的话呢，这个是即将把脏盘子、脏的东西即将推进去，然后后面有一台非常非常大的洗碗机哦。然后这几个伙伴，像这位中间那位是瑞典的，他之后我都有再跟他见到面。哦，然后这一格一格的，就是大家把脏盘子这样子放进来嘛，然后我们就把脏盘子收进来之后，就开始排一排哈，哦 QQ， 然后就开始洗。那我们那个时候现场的 IST， 我们的台湾人在 IST 哦，就是基本上都是做餐厅的了。后来因为后来有被调到其他工作部门去，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全部做餐厅。哦，我的应该说是我第一次的，应该是说我第一次全副身心去做 IST， 就是做餐厅啊。当然我第一次做 IST 是做 security， 就是在加拿大那一次，然后去日本世界大陆做 IST 是就没工作嘛。后来就是人力资源部就是那个等于说就是放肥皂、放卫生纸的。好，这是我第一次非常的全副精神去做 IST， 就是做餐厅哦。然后这是当然有革命情感嘛，跟我的朋友，跟我的同事有有长时间相处啊，我们就认识啊，好，然后就变成好朋友，像现在也都还在联络吼。然后再来，这个是瑞士人搭的，就是他们现场有提供，他们有现场 IST 的休息区，然后休息区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些木材，然后瑞士人就开始搭这些东西，这是他现场搭的。我就看到说，哦，这个外国的童军，尤其欧洲童军，真的就是行动派的哦。他们搭非常多东西啊，还有包这个，还有包一个像伞状一样的东西哦。然后就开始荡秋千啊什么的，然后再来就是法国的童军营地的营火，然后外国的欧洲的童军的营地都长这样嘛，对不对？他们的那个他们的营火都这样阶梯状的嘛，对不对？好，但阳明山好像也有。哦，阶梯状的，然后中间萤火在比较下面的地方。哦，那台湾是弧状的，然后萤火在中间。哦，它是阶梯状上去。他们那个营地哈是由童军的捐钱盖的，50几年的。哦，然后一砖一瓦都是伙伴的那个心意哈，跟我们台湾的那个童军会馆概念一样。哦，不过我们台湾的童军没有自己营地，哦，就比较可惜。哦，他们都是他们自己的。然后再来，德国帐，哦，看到非常大的德国帐。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是 full house，
可是这个不是德国人的富豪斯，它是什么？它是荷兰的富豪斯，哦，上面写荷兰的国旗啊，哦，这德国人帮荷兰人盖的，哦，然后就开始我就见识到，哇，富豪斯可以这么，这个德国帐可以这样真的可以盖到2层楼高以上哦。不太一提，我今年在挪威，我也是做 IST 嘛，那我们会后的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要恢复场地，所以我留下1个礼拜。哦，还有一个云营伙伴他下线了，我们有留在营地1个礼拜，然后我们就帮我恢复场地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德国人他那个德国帐呢，他那个柱子呢会往下挖洞，然后他们恢复场地之后就没把那个洞填平然后我们还去超市买那个泥土把它填平，哦，再把它填平，那是今年挪威的事情哦。好，那回到德国那一次哦，在德国那一次，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整个仓库全部都器材，他们还有推高机耶，还有推高机，是法国的，整个仓库都器材，然后他们可以拿出好几块帐篷的布，然后好几个营就开始搭了。然后他们还有专门清洗帐篷的器材，就是把2个铁架这样架起来之后呢，把帐篷往上挂，就开始用水去冲，然后用刷子去刷这样子，要刷那个帐篷。然后帐篷用很久了，可是都还是非常耐用哦。然后就现场看到是非常的surprise，非常震撼。好他们这是 IST 的活动哦，IST 活动有做那个石雕啦，石雕，他就是然后就是做了一个最左边是刘克全团长嘛，台湾人哦，然后这位是法国人，他会讲中文，他有来台湾这个交换过哈，然后再来这是我们最后一天上班，他还非常开心，最后一天上班，你看一忙起来哦，整个车子上面全部都是脏的盘子。然后这位英国伙伴，我后来都有在跟他见到面，然后都有，我们现在都有在联系哦。就是这来国际童军活动，就是认识新朋友哈，然后跟旧朋友见面哈。那我事实上我在大学的时候没有出国参加童军活动啊，因为就是觉得语言没那么好。然后那时候我们团长在推嘛，那团长推的时候就是伙伴就可以去那个南非哦，争取世界罗浮大会。然后所以呢，我从研究所毕业之后就非常努力工作啊，我是个兼课老师，我不是正式老师。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每年呐工作赚了钱呢，就是暑假的时候就报名国际活动，然后就出发去国外啊。但是也有遇到几次呢，回到台湾的时候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的话就心态放虔诚，总是有工作给我的。对啊，那像法国那次回来之后就很辛苦，法国回来之后就找不到工作，然后曾经有好几个月时间都没有找到工作。对啊，然后后来就是再隔一年，在2017年的时候才找到代理老师的工作。哦，那所以呢，每年回来都还要再找一次工作。那因为我是当老师啊，然后所以主要是教国文了。教国文，然后后来也不一定只有教国中，后来我有去国小教，然后就是只要有人叫我去工作我就去。那所以现在呢，我已经连续2年在建新跟大湾高中，就是我们台南那边，是当童军老师跟国老师哦。那主任认识我嘛，他都会叫我去，所以就是最近这几年就比较不用担心工作。然后法国那次呢，我是连续2年都找到代课老师的工作，所以日本硕士班毕业之后，日本可以去，然后法国也可以去哦，然后还蛮幸运的。然后接下来这是法国的一个活动，这个叫做无声 disco 哈，大家都戴着那个耳机，然后在里面呢跳舞。事实上音乐从耳机出来了，可是你如果没有戴耳机的话是听不到声音的，就看到一大堆人在里面手舞足蹈，可是没有听到音乐，就觉得有一点好玩。
然后这个是营地的一些设施，这个是把弹珠放进去的时候摇一摇，然后看能不能摇到中间那个地方。然后他们的广告，2018年的 Robert Way， 那时候在荷兰，2018年在荷兰办。然后我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就现场的摆摊嘛，然后介绍台湾，然后我就拿去我的擅长的东西，就是写书法，跟外国人来帮忙写书法，非常受欢迎哦。这是影片呢，这是活动当中呢，我没有开声音哦，所以同伙伴听不到哦。这个活动当中呢的一个叫做 Robot Show 的一个活动，这也是那个这是法国那一次哦，然后就非常热闹哦，然后就有人做杂耍，就是动感的舞蹈、动感的音乐这样哈。然后法国那一次呢，就有 Robot Band Robot Band 就是 Robot Band 一个特色 Robot Band，然后就演奏歌曲啊，让伙伴同乐所以法国那一次也是让我开了视野现在还有做那个马克力饼嘛，这也是法国的活动，然后这都是 IST 的活动，做皮雕啊，然后这是开幕，小朋友来了因为他也是分营地的，分营区然后开幕这样子大家这是冰岛的事情，我等一下讲那法国结束之后呢，就很顺利的就去会后旅游嘛，然后去会后旅游之后呢，然后就回到台湾了。那回到台湾之后，世界罗浮大卫要报名了，就是冰岛有够贵，冰岛它的参加费要$1000，当时好像是1乘以35的样子吧，1000块美金，超级贵，连参加人员跟IST 都一样的价钱，$1000。那时候好像1:33，1:32，1:32的样子，就很贵。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去嘛，可是因为我从法国回来就没有找到工作，然后家人当然也不谅解啊，就是说你怎么都不当正式老师，然后就是出国都那么多天这样，然后但是我就没有放弃啊，然后先是筹了一笔钱去报名那个冰岛的世界罗浮大会的时候呢的参加费先报名好，报名好之后呢，那旅费呢？那我到底要去冰岛几天？我要去就回来，还是我要在那边玩？我2024年，我2004年的4罗，我没有参加全部我参加的是前后，因为我中间跑去上班，所以连4罗，就是2004年的4罗，我最后一次当参加人员的时候，我还没有办法完美就是都没办法有一个很好的完整的那个引起。那2017也没去嘛，对不对？然后呢，冰岛这次的话，就是我好像又想要多玩几次，所以我那时候机票一定下去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去那边玩33天，冰岛要去33天。那冰岛呢，先是去订旅馆的时候呢，然后在雷克雅未克的旅馆，一天晚上要2700块台币真是吓死人然后我还在那边住3个晚上然后那时候根本就完全不懂嘛。然后呢，我们那时候的去冰岛那一次的代表团有75个真的非常多，大家对冰岛很向往嘛，75个。那好在呢，我在2017年的1月的时候找到一个代理老师的工作，但是如果你诚心全意的话，工作就会给你了。我就找那个代理老师的工作，然后1个月，因为还有硕士加级，1个月可以到5万块，同时之间就是可以赚到20万，当然就去冰岛。去冰岛的时候呢，就是要在那边待33天，包括世界罗浮大会在这边待33天嘛。待33天的时候呢，我去的时候呢，我还是对 IST 的工作还是就是不知道要参加什么样的部门嘛，我还是去厨房啦，就是去 full house，就是去那个就是去餐厅里面工作。然后这是冰岛的餐厅就比较简单他就不用洗盘子，然后我们就只要垃圾分类这样就好了，但是要帮忙煮咖啡还要帮忙排食物，就把食物把它分类好因为我们的主管嘛
我们的主管就是餐厅主管，他会去买食物回来，然后我们要把食物他们只要买回来比如优格啊，我们就赶快把它排好啊，然后那个生菜啊，把它排好等等那工作也是蛮辛苦的。我们每天早上6点半上班，一直工作到下午2点，这是早上那一班。然后下午那一班的话，会工作到晚上9点，晚上，然后只有一天的那个放假而已，然后就是工作还蛮辛苦，但是也是认识很多朋友啦，很多外国朋友，然后在餐厅工作的话，就是基本上暗无天日吧，你都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你都没有，就是不知道外面有什么活动，不知道，因为你每天都在餐厅里面工作。我在法国那次的时候也几乎是这样，然后只有在下班的时候可以去营地走走而已，然后这边先给伙伴看一下我们在冰岛那次的示罗的情况，让伙伴看一下。这是会前旅游在冰岛雷克雅维克的装置艺术。然后我们报道的时候呢，住在冰岛的学校里面打地铺，这是学校的大厅 lobby， 学校大厅。他们学校呢一进来是一个大厅，但是进来大厅之前就要脱鞋子了，进来大厅，然后大厅进去之后才有教室，因为他们冬天很冷嘛，所以的鞋子如果踩过雪的话，就是必须要把它放在外面，不然踩进来。那大厅里面都要非常的保持干净。好，然后再来，这是教室里面，这是冰岛教室里面。那我们就是打地铺嘛，他这个要钱呢，要钱，就是这个要跟我们收的，但是当然是比外面的旅馆便宜。就是我们表定的 IST 报到的时候，大家会给我们住宿，然后就住在这里面。然后去哪里洗澡呢？去他隔壁，他可以用走路到隔壁的体育馆里面的游泳池里面，可以在里面游泳跟洗澡。这是对大会呢帮我们安排的设施算蛮不错的，但是都是钱啊，都是钱，讲到的钱。那连到会前旅游，会前的住宿他也要跟我们收钱。好，再来，这是开幕，IST 的开幕。IST 先报道嘛，IST 开幕，然后就有现场大会歌的表演。这个很有趣，这我就不开声音了。这是晚上10点，然后大家都不去睡觉，然后大会工作人员就吹着那个苏格兰风笛，叫大家去睡觉。这个我的 Facebook 上面也有影片。然后这是我们代表团成员，总共来了70几个当时的罗浮是的小朋友对啊，明年要去墨西哥的去葡萄牙的世界罗浮大会，我们台湾人预计要组200人代表团那相信会很多人因为这几年趋势出国参加代表团的人越多。好，再来。这个是大会的开幕，就是所有人开幕就台湾的国旗出来嘛。然后这是营地，我们冰岛的营地，冰岛那个营地那后来呢就作为他们的全国大露营的营地，就是我们世界罗浮大会的营地，也是他们全国大陆营地这样。但是他们号称是全世界最北的童军营地。那我们鱼有龙焉嘛？格陵兰应该没有童军营地的，它是全世界最北的那个冰岛，是这个营地。然后这是什么流血的地方？流什么血？流全泡的血。是 Scout Shop， 是童军商店晚进去的话，还是什么东西都卖光光，尤其是外套然后一些 size 都没有了然后这是我的工作的项目，就是分类垃圾分类，然后我们就做一些分类的标志，然后这纸类等等的。我们那个在餐厅工作的话呢，就是处理食物跟处理垃圾啦，这时候就进行分类这样那是我第2次做餐厅第一次是在法国，第2次是在冰岛。然后这是 Rainbow Cafe， 那个叫什么彩虹咖啡屋然后每个国家的彩虹咖啡屋情况都不太一样像冰岛它就在
营地的正中央就变成大家的聚会的场合，就大家都到彩虹咖啡屋去那边聚会聊天。可是法国那一次，因为法国是天主教国家，比较保守，所以它彩虹咖啡屋就被很深山的地方，然后就很少人看到。好，那冰岛那次的话就非常的显眼，然后大家都来彩虹咖啡屋那边，那个约在那个地方哈，然后当成一个社交的一个重点那个场合。好，然后这是我们的 IST 的餐厅，世界萝卜大会 IST 的餐厅跟那个世界大陆营的餐厅有很像嘛，对不对？啊，只是它比较小，因为我们的 IST 人不多，差不多在300-400个。哦，那整个参加的活动的人是5000个小朋友，5000个，包括 IST 的话总5000个。然后这是闭幕，这闭幕典礼。闭幕典礼啊，这晚上10点哦，这天还是这么的亮。然后这附近的营地附近的风光，然后就是水力发电厂啊，我们去参观水力发电厂哦，然后就是互动的一些游戏。然后这是宗教中心，哦，这是营地的宗教中心，哦，他们用那个北欧神话嘛，然后 Yggdrasil 哦，北欧神话。然后再来是IST 的唯一的放假天，然后就去划船。我们在冰岛那时候放假也是唯一的一天而已，然后就是跟伙伴去划船，就是营地里面的。然后它有一个模组叫做冰岛的历史，哦，它就是介绍冰岛历史，维京时代的。然后这是超市的超市，哦，可以去里面采买物品。那世界大陆也有超市嘛？对，就是这个也有哈。然后这是一个活动，就是在宣导要带安全带，啊，如果你没有带安全带的话呢，他就是把车子绕一圈呢，哦，把车子绕一圈，就转一圈嘛。然后如果你没带安全带的话，就怎样？你就从上面整个变到那个天花板，就整个走到天花板那样这样。他就宣导安全带了，他把车子绕一圈，我上去嘛，然后就眼睛压坏了，对啊。这是闭幕，的哦，这晚上12点闭幕的时候，在晚上12点。然后这是德国站，哦，德国站每次都会看到。然后这个是最后一天的那个闭幕，这开幕还闭幕，我也忘记了。我们国旗好长哦，好大哦。然后这个很有趣，你知道我在冰岛营地看到什么吗？看到我们台湾九琴公司所卖的罗马炮的模型在冰岛卖，就是写中文哦。然后就有澳洲的伙伴就买了一组，然后来组装，然后就在最后一天，那个是 IST 的感谢餐会，然后在那边射无尾熊，超好笑的。这个是已经活动结束了，是 IST 的感谢餐会，他们射无尾熊，就觉得超好笑的。然后就把活动就是把整个带到很高潮，我就觉得这非常好玩哦。这个让伙伴再看一次，他们这非常的中二，就是就射无尾熊这样。对啊，然后就拿那个罗马炮，台湾九琴公司卖的那个罗马炮的模型。我爸你们有做过吗？我童军课有让学生做，我觉得没有很难啊，但是还蛮花时间的。对啊，他就射尾熊，我就觉得超好玩的。我们台湾那次的 ISD 去了10几个，然后小朋友这样加起来有75个。好，然后呢，接下来就会后旅游了哈。冰岛那时候呢，我是33天待在冰岛嘛。那在冰岛的时候呢，我有找到朋友跟我一起自助，就是那个那个肖罗珍老师哦，这是南投人伙伴肖罗珍老师，然后还有北极熊赤背军啊，哦，然后我们4个就是要自助，所以会后旅游的时候，我是跟他们3个，然后4个人租一台车，可是我们只旅行几天，我们只旅行5天，4天5天而已。然后他们就要去瑞典，就要去英国，然后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冰岛。
对啊，然后我还有10天才要回台湾，那我知道怎么办？我一个人在冰岛，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说实在话哈，当有其他伙伴知道我在冰岛要待1个月多的时候呢，那伙伴讲的话也不是很好听啊，他说什么啊你要去哪里？哦，我说我要去北方阿克雷里，那冰岛北方有一个城市叫阿克雷里嘛，然后他就说啊阿克雷没什么呢，你知道吗？哦，那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冰岛都很贵嘛，那蓝湖啊，蓝湖就是那个很有名的蓝湖，要钱，那个要钱。那我就说，我有去游泳池游泳过了，那我不要去蓝湖了。然后他就讲难听啊，就伙伴就讲难听啊，就说，哎，湖边没有湖边那个什么路边的湖没有更衣室哦。然后我就说，我想要走路，就在城市里面 city 的那个城市里面，我只要走路就好，不要搭公车。就是因为冰岛的公车也不便宜哦，一次就要100多块台币。那我就说我要走路就好，不要搭公车哦。那伙伴就说：“哎、你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个没有讯号呢，你要不要我去救你啊？”他就讲的很难听啊，就伙伴就讲话就不是很好听啊。哦，然后那个时候8月8号，我跟4位伙伴旅行结束之后，我8月18号才回台湾呢。8月8号，然后他们就去其他国家，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想说，我到底要继续往冰岛前进，还是我要左转去雷克雅未克坐飞机回台湾？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冰岛都是钱啊，然后很贵哦，然后呢，我那时候当下就是我还是去冰岛的其他地方好了。因此呢，我在雷克雅未克，雷克雅未克在冰岛的南方嘛，冰岛南方嘛。然后在雷克雅未克的时候呢，我就先去北方的阿克雷里好了。就是去阿克雷里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开始找那个车票，然后在找车票的时候呢，因为我那时候在雷克雅未克在会前的自助旅行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台巴士叫 Fly Bus，就是飞行巴士，然后就上他们网站，他们有去雷克雅，他们有去北方的阿克雷里的车子，然后明天就有车子，早上8点，一刷机票，一刷车票钱5000多块台币，然后去订那个旅馆，一个晚上也要2200啊，订了两个晚上，然后当然也是担心钱的问题嘛。可是我想说，伙伴都讲那么难听，没有做人家看不行，就有时候自己背着行李就开始坐公车，就自己一个人哦，然后就往北方出发了。那往北方出发的时候呢，我当然也是在网络上讲啊，就是说我担心钱嘛，然后我只有自己一个人啦，然后接下来还有那个10天的旅程，我不知道怎么办哦。那我一个伙伴，就是我之前讲的在加拿大的那位伙伴，就是美国人哦，他在网络上看到，他就讲一句英文，他说 "You can use your tent"，你可以使用你的帐篷啊。那我就想说，哎，对啊，我可以使用的帐篷，然后再加上我在冰岛的前半段的旅行的时候呢，我在民宿在旅馆的时候遇到一个英国人，他看我就是做事非常利落，那时候我们住的是6人房，他看我做事非常利落他就开始他就说呢，他环冰岛1周的时候呢，他是用露营的方式，然后是开车，然后露营这样他非常省钱。然后想说，哎，露营是不是可以？那然后呢，因此呢，我就开始上网找露营地。那我怎么找露营地？就直接打 campsite 那我在阿克雷里的北方一个城市阿克雷里我就住2个晚上。冰岛伙伴知道冰岛的地图吗？我秀一下给大家看。然后在阿克雷里的时候呢，我就住了2个晚上，然后呢，接下来我就想说，那我要去哪里哦？好，那我把荧幕呢切换成地图，给伙伴看一下。分页 Google，
这里这冰岛。然后呢，雷克雅未克在这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活动，我们自助旅行结束之后，在这边就解散了。那解散的时候是8月7号，我8月18号才回台湾呢。然后我到底要想说，我到底要直接坐飞机回台湾，还是我要去北方这个叫做阿克雷里，就是阿克雷里在这里。然后我就刷了这个汽车的钱，然后就从北方就从雷克雅未克这边坐了9个小时的车来到这个阿克雷里，然后住了2个晚上，一个晚上要2200台币的费用，还是很贵。然后接下来我到底要去哪里呢？然后呢，在山上伙伴呢，他也给我建议说，你可以露营啊，因此我就想说，那我干脆环冰岛1周好了。因此接下来呢，我就决定要去这里有一个城市叫赫本，在这里有一个城市叫赫本。那从冰岛的阿克雷里呢，坐车坐到赫本在这里 ，sorry， 坐到这里的话也是9个小时。然后呢，我就开始看赫本的旅馆都客满，然后最近的旅馆是在24公里之外。我怎么办？我没有汽车。然后我就看到赫本，我就打赫本，然后 campsite 的它有营地，然后就决定要去露营，然后就开始上网找营地的那个网站，没有网站。那我就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嘛，我就开始坐车，就是阿克雷里结束之后就开始坐车，然后坐车就到赫本去。一下车，营地就在旁边的，然后我就去 check in， 然后对方也接受了。然后营地里面的设施非常的完善它有厨房浴室然后呢当然是投币的。然后呢营地的话任意搭一晚上400块台币真是省非常多然后那个时候呢当然很多时候都是贵人相助所以那时候在阿克雷里的时候，阿克雷里是住旅馆嘛，在阿克雷里的时候呢，就是城市探访的时候呢当然也是担心钱的问题所以这是同居好伙伴。就有个伙伴在网络上看到我在讲钱的问题，他说你不用担心啊，你去好好的玩，我资助你1万块。对啊，我那个伙伴他是台大卢群的伙伴，我们只有只有在2005年见到面之后就没有再见面，然后网络上见面，他就资助我，然后立刻转钱给我。当然就是从此之后信心大增嘛，然后我就去赫本，去赫本呢待1个晚上。那待1个晚上之后呢，隔天呢然后就是其他伙伴也在网络上给我建议嘛，你要不要去南方的维斯特曼纳群岛，在这里这边有一个小岛，这里南方的维斯特曼纳群岛。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地方，这里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在这里这个地方呢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冰河健行也是其他伙伴呢他们有去过的，然后建议我去的，所以我就是下一个路线，我就从赫本坐车来到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然后他当地也有营地，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露营2个晚上，然后也是就是做那个就是做冰河健行，然后买行程这样子都网络上朋友这样一个一个建议我，然后我也是就是直接那个巴士的网站直接这样子找时间，然后就开始网络上订票今天买明天的这样子，然后就先来到了那个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在这个地方这里我从赫本这边出发来到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这里，然后中途有经过杰古沙龙冰河湖一个很有名的冰河湖在这里然后有下来游玩2个小时，然后再坐车来到这个地方，这地方也待2个晚上，也是露营，然后就买了行程，然后就是那个去冰河健行，体验冰河健行等等的。然后接下来这时候已经8月13号了8月13号之后呢，那我接下来的行程要去哪里然后就是我朋友他建议我可以去小岛，就是这个小岛，这里
这里冰岛这边有一个小岛维斯特曼纳群岛哦，然后我就开始上网找如何去的方法哦，包括船票啊，包括车次啊等等哦。然后因此呢，我就从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哦，搭车搭到这个地方，然后再换车换公车到渡口，然后从渡口呢坐船来过去哦。然后坐船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在那里那个小岛上面呢，它也是有旅馆哦，但是都客满哦。那当然也是有营地，那我就在这个地方露营哦。那当然其中也有遇到一些插曲啦哦。那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旅行嘛。然后我在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因为我从赫本出发，赫本在这边，我从赫本出发的时候呢，我要到这个冰河国家公园的时候，哦，它中间的的行程哦，它呢只有90分钟的车程，可是它排了4个小时的那个时间，就从早上8点出发，然后到这个地方的话是12点。那原来它中间呢，在杰古沙龙冰河湖这边一个冰河湖，它可以让人家下来玩2个小时，下来玩2个小时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放心的就下来玩2个小时，然后就把我的行李丢在车上。然后2个小时结束之后呢，我要去搭车的时候，哎，奇怪，怎么车子不太一样？啊，怎么司机是同一个啊，车子不太一样？啊，原来才知道，我下车的当下，我的那台车子就开走了。然后另外一台新的车子来的时候要接我们，把我们接走这样。啊，所以我的行李放在原来他的车子当中。然后我当时就很紧张啊，因为我东西都在那边，好，包括我的帐篷、我的衣服都在那边，然后不见怎么办？然后那个司机他也很紧，他也很愧疚，因为他没有跟我讲说我的行李会被载走，他很愧疚啊。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你是不是要去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不用紧张，你之前坐的那台车也过去了。”你过去了，哦，他就在那边，你过去了，然后我就抱着半信半疑的想法，就坐着新的车，然后就来到了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的入口。那一下车的时候，那个司机也很紧张，他一下车的时候呢，他就跑到就是前面那台巴士，那台巴士就是我之前坐的，然后他就跟那个司机讲说他就是我的行李在上面。然后那个司机呢，就是另外一台车的司机，一下车，他看到我非常紧张的样子，他就跟我说 relax，就是你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然后就把行李箱打开，就发现我的行李塞在最下面，我就把它拉出来，就把它拉出来，然后还去那个我的座位那个地方，发现我放在我的座位原本座位那个地方的东西都没有人拿走，我就把它拿走，就完好如缺的全部都回给了我，回过来了。然后呢，后来我在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活动结束之后，我不是要去小岛嘛？然后去小岛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从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那个地方坐巴士，然后坐哦，坐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的有一个小小的休息站，那个地方休息。然后休息的时候呢，我就去看那个站牌，因为我接下来要搭公车到渡口去，我就看那个站牌。然后这时候就有一台公车、一台巴士就出现了。一巴士出现的时候，那个司机就下来了。那司机下来之后，一看到我，哎，那司机就是之前呢跟我讲说 relax，你冷静一下的那一位司机。然后他看到我，他就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 Westerman， 我要去韦斯特曼那群岛。他说对，没错，要走这边。对，他就也说我在这个地方就认识一个新朋友这样。好，所以自助旅行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当然遇到很多事情，那也可以靠着自己去解决。然后后来就是去韦斯特曼那群岛待了4天3夜，4天，然后3个晚上这样，然后就是在群岛里面走走啊，然后去探访海鹦鹉啊，哦，然后他看那个地方的那个火山的博物馆等等的，哦，然后后来结束之后呢，就在雷克雅维克那个地方就待2个晚上，哦，然后就结束之后就回台湾了。那雷克雅维克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件小小的插曲，就是那个时候很多代表团的成员都已经回到台湾了，然后其中有一个伙伴他呢的相机
遗落在雷克雅维克，那我就帮他找到嘛。好，那回到台湾就寄回给他。那所以这应该是说我旅行的一个转折啦，就是冰岛这一次。就是靠着我的网络上伙伴给我的一些建议，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完成了事后的10天的会后旅游，然后也可以节省很多的经费，包括住宿都是采取露营的方式，然后大巴是自己看公车的那个时间表，网络上那个信用卡刷卡等等当然就是其他伙伴那些讲的不是很好听的话，酸言酸语的，就是他们也是给我一个动力然后让我可以去完成自己的自助旅行这样子所以这边给伙伴看一下我们在冰岛旅行的照片这是在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的冰河健行的照片大家在喝冰河水趴着喝然后我当然是用水壶装就好了。然后这个是在世界罗浮大会的时候呢遇到的，就是之前认识的伙伴，他是阿曼人。然后这是冰岛的 IST 的休息区，IST 休息区里面有一些游戏，然后有这个玩那个抽抽乐的游戏，然后冰岛营地附近的那个山，然后这营地附近的水力发电厂。然后营地附近的山就是爬山嘛，营地后面有一座山，上去1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了爬山。然后这文化日这是中东的国家呢分享他们的食物，然后这当然是排队进这个叫什么童军商店，排队进童军商店。然后这是我们参观附近一个童军中心，然后他们有冰岛的童军的头盔。童军头盔，他们很多童军的一些物品，然后交换领巾、交换布章是一定要的嘛，这是冰岛时候。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在日本认识的那个瑞典女生，然后我们就在相约在那个叫彩虹咖啡屋见到面。她精心打扮她把那个什么他们的制服当成外套这样穿，然后领巾就是搭在制服的另外一边这样子。我们是第2次见面，然后这个在营地里面的一些照片，这个营地里面的模组啦，这是用刀子去做，就是手工艺，然后就换布章然后接下来是那个什么活动呢？接下来是那个一样是 Robo Way 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世界大陆营跟世界罗浮大会那 Robo Way 是什么活动呢？ Robo Way 是欧洲自己的活动。那 Robo Way 第一次办的时候是2003年，然后他们原本打算是预计是3年一次，所以2003年之后是2006年。那2006年就有伙伴有去，那时候我想去，但是我没有去了，因为就是没有人带嘛。我2006年的时候的那些照片音乐我在网络上把它 copy 下来，然后当成是我的珍宝每天都在那边看，每天都在那边听，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去 Robo Way。然后2009年的时候，在冰岛办，我们台湾人没有去。然后在2012年在芬兰办，台湾人就有去，但是我还是没办法去，还在当研究生。然后接下来就是法国那一次我就有去，因为有在工作了，然后就存钱，然后就去欧洲区罗浮大会，然后再来就是荷兰那次，就是冰岛是2017年世界罗浮大会，然后2018年他也是在荷兰办的那个欧洲区罗浮大会，就是 Robo Way。然后我就去，然后我们那次代表人数就比较多一点，有达到11个人，然后我们在海边，就是开幕，大家先都进沙子，然后银钉怎么钉都钉不进去，因为那个沙子很软嘛，银钉怎么钉都钉不进去然后我们那次呢，一样 IST 比参赛人员多，我们那时候参赛人员才3个，IST 呢有8个，8个 IST 全部11个这样，对啊。然后这个是哪一团伙伴？这是新宿海的先找新宿海的伙伴吗？这新宿海的伙伴。然后再来就是开幕然后呢 Robo Way 呢它比较特别
我在上次有讲到罗伯威，罗伯威比较特别，他参加人员是16到22岁，等于说是高中生跟大学生的年纪。然后他有一个东西叫 Robert Band， 就是罗福的乐团。哦，罗福大卫没有，那是罗伯威有 Robert Band， 然后就演唱大卫歌，然后一些有名的歌曲也会在上面演唱。哦，比如说那个香格里谁就是香榭大道哈，比如说那个 I am yours 哦，然后比如说那个微那个那个什么 Wake Me Up 哦，那种就是很有名的西洋歌曲，他们就会演唱出来哈，那比较贴近年轻人啊。然后呢，再来这个是我们开幕的时候，然后这位伙伴呢是南投的伙伴，他手上拿的不是旗杆，是什么？是银柱，所以我们还是没有带旗杆去哦，然后是就地取材，拆那个银柱啊，拿什么？拿树枝来当旗杆这样啊，大家都比国旗谁摇的最用力哈，国旗谁摆最高这样子。然后荷兰的活动就非常有特色，就是水上的哦，因为他们很多的他们营地就在运河旁边，然后就有水上的风帆会让伙伴玩 ，IST 也可以玩。然后这个是当天的活动，这是 IST 的哈，当天活动的那个什么，第2天、第3天，IST 就在运河里面开始游泳起来了。那个水呢蛮浅的，水蛮浅的，但是下去之后很难上，因为他们不是游泳池，他没办法抓着上去哦。然后就有一些活動啊，包括这个走绳啊，还很多了，我再秀一下照片。然后就是游泳圈，他们 IST 的那个办公室就准备很多游泳圈，而且很好笑啊，人都在大便的，然后IST 互相玩来玩去啊，然后就讲英文啊，我讲的那英文大家一定听得懂，他讲什么呢？啊 ，You are shit, give you shit。你是大便，所以给你大便的，然后互相拿游泳圈丢来丢去，啊，然后底下水草丢来丢去的，就很好笑哈，很好玩，很好笑。然后这个是营地的一个游戏哈，就是钉钉子，而且是用什么钉呢？用铁锤的尖尖那个地方钉，而且只能钉一次。那你可以把所有的钉子，一个人3根钉子，把所有钉子全部钉进去之后，你就赢了。哦，那不好钉了。然后这是 IST 的休息区，IST 休息区。然后这个是一样是那个外国伙伴做的，他们就把站板做成沙发。那后来有铺垫子了，就比较好做。啊，就是外国同学展现巧思，他们就营地也提供很多器材，他们就开始做很多东西。然后我在餐厅工作，一样，这是我第3次做餐厅。然后这次的比较特色，我们要帮他切菜，还有煮饭，而且这个煮饭是大家抢着要做。我有一个德国同事，他就是要去上厕所，然后叫我帮他炒那个东西。然后我就想说，你去上厕所，你就去上厕所吧，我就下来换我做。就他跟我说，等到我回来的时候要还给我哦，就是炒这个工作的话，他要继续做哦。哦，就是因为很新奇哦，来到这个荷兰哦，那荷兰食物很多人都没有碰过嘛。然后我们要准备食物，就把那个罐头食物倒在这些分类的盘子当中，然后我们要一样洗盘子，哦，然后那个也要进行那个事后的清理哈。所以今年罗伯卫我们有其他 IST 伙伴也在餐厅工作啊，我之前这个是工作我都做过。然后我们 ICT 的主管，我们那个餐厅的主管很凶哎、欸，很凶哦。就是如果我们偷懒了，他会念我们哦，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体验啊。法国那次的餐厅的工作哦，就是法国的主管就比较亲切哦，荷兰主管就是很严格哦。然后这一样是 ICT 做的，他们就搭很多巧思啊。然后我们有1天的放假，1天放假，然后呢可以拿票出去外面玩，然后坐车，就有票就可以坐车，然后一个上午我们就去附近一个城镇里面，然后那时候现场只有我一个台湾人，
然后这后面那些就是我的同事，都是我在餐厅的同事。那我们就出去自然结成一个小组，我们就一起玩嘛，一起玩之后呢，然后就吃那个亏饼哦，就荷兰的那个鱼酥哦。今年今年我们在挪威呢也有荷兰的 Food House， 它有鱼酥，它有卖鱼酥。然后就是风帆嘛，哈，也可以乘坐风帆船，哦，它也是可以让 ICT 玩的，小朋友当然也可以玩，ICT 也可以玩哦。然后呢，再来就是 ICT 工作帮忙搬行李，哦，就是小朋友报到了，然后我们 ICT 先把行李全部卸下来，然后小朋友再下来把行李拎走，这样，哦，这样子就不会塞车，哦，那天呢搬了好几趟的行李。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活动叫做彩绘领圈，这是我后期的大会的最后2天呢，我就去顾那个摊位，顾那个站哦。那我的工作是看伙伴做彩绘领圈，然后这是 IST 的活动，这是要干嘛？这是漆弹游戏哦。他们也是让 IST 不会无聊嘛，哦，就是休闲的时候可以去做很多活动。然后这个是 Full House， 这 Full House 里面就每天晚上都有表演。哦，那个这是瑞士的 Full House，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模组，这是我另外一天所顾的站，就是做肥皂。哦，他现场就有提供很多材料啊，做肥皂跟做牙膏，哦，跟做清洁剂。哦，那小朋友很认真嘞，这些 rover 都很认真，他们都很认真在做，然后做完成品可以带回家。哦，所以我觉得 rover way 是一个很特别活动，参加的人都是16岁到22岁的。哦，他们都是来自欧洲，然后就觉得他们，哦，真的是连这，我觉得有时候有点无聊，他们很认真做嘞，连那个图领圈他们都很认真在做，哦，真的让我觉得欧洲童军真的是哦。然后这是有一天晚上呢，给小朋友的，他们 barbecue 之夜，他们的烤肉，他们就拿那个大铁桶啊，切一半，里面放木炭啊，就烤肉，现场烤肉，这是他们晚餐哦。然后这个不是 ICT， 这是3人员的 ICT 去餐厅吃饭哦，这3人员的。然后接下来我就去荷兰自己自助旅行了，然后当然有在去年在冰岛那个时候的经验，就自助旅行哦，然后我就之后都自己一个人在荷兰自己一个人，然后当然是找营地哦，露营啊就比较省，因为荷兰住宿也贵啦，哦，然后我就露营一样是一个晚上400-500块台币而已，然后然后呢，我在荷兰一开始也是很紧张啊，说哇那个荷兰的那个营地的那个什么东西啊，那个旅馆那么贵哈，那我钱也不多嘛，对不对？要怎么办哈？结果然后那时候我们活动时间结束要解散了嘛，活动时间结束要解散了哦。然后我的旅馆是定在阿姆斯特丹，那我们中午12点，我们中午12点在营地那个地方要解散。哦，然后坐大飞接驳车到附近的一个城镇，然后再自己搭车子去看他去哪里这样子。那我的旅馆是在阿姆斯特丹，好、哦，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的团长就是我们的代表团长王淑义伙伴，他今天有上线吗？王淑义他没有来，没有上线，他就跟我讲一句话，王淑义伙伴跟我讲什么吗？他说以你的程度3点就到了，他说以你的程度3点就到旅馆了。哦，好，冲着你这句话，对啊，他对我信任嘛。那他说以你的程度3点就到旅馆了，下午3点，哎，果真的，我下午3点就到旅馆去个印了。对啊，所以有时候童军啊，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小朋友，就是对他鼓励，给他鼓励，他会增加他的信心。对啊，然后我就我就开始在阿姆斯特丹哦，跟荷兰的各地呢，我就待了20天。20天了，这是比冰岛的多待了几天，到20天，要参加当地的一些旅行团，一日游了哈，然后就去羊角村一些地方等等。刚好在那时候8月的时候，阿姆斯特丹有同志大游行，然后我就去了，我拍了非常多照片。同志大游行比较特别，他们在河上举行的哦，然后就是一艘一艘的彩虹船那样子，非常的漂亮哦，非常的 amazing。然后同志大游行那段时间的整个阿姆斯特丹就挂着彩虹旗，连中央车站都挂着彩虹旗等等，所以非常的
非常有特色的啊。因为荷兰是新教国家，新教国家对于这个同志是相对宽容非常多，然后法国是天主教，他们就保守比较多哦，所以就整个就是非常浪漫，彩虹泡泡这样子哦。那大家再看一下另外一张照片哦。哦，哎，这是去那个风车村哦，这是这张照片。然后上面就是这个同志大游行，它上面它上面写的船呢，船上面都有标语，就是什么You are 就是说 You are hero， 你们每个人都是英雄等等。我照片非常多，有时候一些放在我的 Facebook 当中，而且每个人都非常的乐意展现自己的身体，然后展现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念想法，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感受到非常的多元开放，然后在那个在荷兰那次，然后然后呢那个他们连警察应该不是警察，应该是那个什么东西，那个保全呢、连保全的上面的肩章都粉红色的，哦，真的是同志大游行，真的是好浪漫。啊，这里同志大游行，对啊，大家都非常的多元开放。然后同志大游行那一天，我在荷兰的车站的星巴克就看到有几对同志，依偎在对方身上，然后脖子上面还绑着那个，就是类似日本动漫那种那种皮质的那个锁链那种东西，就很有趣啊。对啊，那非常的尊重多元。好，这是营地里面的，这个是以色列的代表团。我们那时候代表团长这个样子，他们也有自己租一个代表团长哦。这个是意大利童军，他们来了200多个，300多个忘记了。然后他们拍代表团的团体照的时候，我是人山人海。我们台湾才去11个，在上一届在荷兰那次才去11个，今年去18个哦，相信会越来越多。然后这个因为呢 r o b e r Way 呢，它是一个它的特色是在于说，它是童军跟女童军合办的，所以呢，如果你自己的国家有童军跟女童军，你可以分开组代表团，这样。哦，然后现场有 Watson 的帐篷跟 Wax 帐篷，Watson 就是世界童军总部，然后 Wax 就世界女童总部。然后他们世界女童总部就每天都办很多的活动，哦，包括在那个荷兰的瓷砖上面写上你想说的话等等哦，哦，这个我拍了非常多的照片，哦，然后像英国他们就出英国童军跟英国女童军的代表团，然后呢，爱尔兰有出爱尔兰童军跟爱尔兰女童军的代表团这样，哦，然后呢，我们在荷兰那次呢有香港女童军有去。啊，香港男同军没去，香港女同军有去哦，所以我们不是唯一的亚洲人，香港女同军有去，那我们台湾的童军有去，台湾女童军有去，不过台湾女童军不是代表团，她是专员，就是加入那个 WIX， 加入那个 WIX， 就是世界女童军总部的专员这样哦，他们有对外就是征求那个专员，所以你如果Robert Way 呢，女童军你可以去申请成为那个专员，然后在 WIX 里面工作。哦，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有一个伙伴叫做黄新品，哦，台北伙伴应该认识他，他有去哈、哦。然后我们现场有认亲，认亲这样。好，然后大家看一下照片，然后这个是主舞台，哦，这是 Robert Way 那次的主舞台。然后这是女童军，都是女童军的那个活动，他们就在瓷砖上面写东西，然后贴在那个墙壁当中，要供大家参考。哦，这是伙伴的创作都非常的精致哦。当然这是英国的，这伙伴创作很精致。啊，这是葡萄牙的童军徽，Don't be the same, be better。哦，这是另外一个模组。这个模组是什么模组呢？就是它提供给你那个站板。有些世界大陆的伙伴应该知道站板，他非常熟悉。它是木头的，
然后再给你工具，你要把那个站板把它解开，然后做成各种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做成房子啊，做成车子等等的。这是我朋友雇的，这不是我雇的。那我去的时候已经快结束了，所以就拍下一些照片这样子。然后这是我的模组，就是画领圈。小朋友都非常认真，他们都很喜欢画，然后就一待就待了3个小时这样，赶都赶不走，他们就在那边待了一个下午。然后就是放假那一天去附近的城镇逛，就是荷兰的小城镇里面逛逛。然后我一样在那个罗伯威期间呢写书法，那受到外国伙伴的欢迎嘛，然后就是这很好笑哦。我们总共去了11个嘛，3个小朋友，然后8个 IST，其中一个是 CMT 啦，然后所以7个 IST。有李怡轩嘛，大家认识他吗？然后呢，就是其他 IST 都年轻人，都年轻人。然后我们在文化日的时候，这个文化日只属于 IST 的小朋友，那个时候还在分营，在 PASS 分营当中。然后呢，他的 IST 他的文化日只给 IST 参加。好，然后呢，我就把毛笔拿出来了。毛笔拿出来之后就开始写写的话就很多外国人要给我写。然后我们现场那些其他 IST 就台湾 IST 就开始对我非常有礼貌。秀珍姐你要喝红茶吗？我就觉得超好笑的，他们就对我就是非常有礼貌，我就觉得很好玩。接下来是一段影片，这个是一个模组，它是用水果可以敲出声音。我没有把声音打开啦，然后只要戴上了特制的手环就可以敲出声音来。有了，这个是 ICT 的活动就很好笑啊，他们到最后就是跳水啊，然后谁可以跳到那个鹅妈妈上面，ICT 活动跳到鹅妈妈上面也没有得奖，他们就是纯粹就是跳水好玩这样，然后就开始一个人一个这样子跳水，在鹅妈妈上面，对，然后就玩得很开心。我在旁边录影，就他们就是 IST 就是没东西找东西出来玩这样，他就一个跳水这样子。现场水非常浅的，然后他们有2个，大会有安排2个专门来带 ST 去玩的，就负责带 ST 去玩的 planning team 就计划委员，他们专门2个就在带 ST 去玩的这样，就大家玩得很开心。然后穿荷兰鞋是一定要的，我们荷兰木鞋。然后这个是一样是威格斯的活动，就是写那个荷兰的那个瓷砖，就写荷兰瓷砖，这也是都伙伴都很有创意。塞浦路斯他们今年也有来，他们2018有去然后2024有去。然后这个是加泰隆尼亚的旗帜，加泰隆尼亚。各位伙伴知道加泰隆尼亚想要从西班牙独立吗？但是他们公投有过，但是呢，西班牙不承认。那这个小弟弟呢，他是加泰隆尼亚人，他就非常的坚定的拿着加泰隆尼亚旗帜。他是西班牙代表团，是拿着加泰隆尼亚的旗帜。好，那接下来是美国那一次就是2018年回来之后，当然明年就世界大陆营嘛，就2019年世界大陆营，当然我想去嘛，对啊，每次的活动是想去当然就是，不过2019年那次这真的遇到钱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参加费有贵1200多块美金，美金是1200多块美金，然后再加上我那时候报的是 Uni Leader，然后所以遇到钱的问题就是整个加起来是20万台币的旅费，包括参加费，包括机票，还有包括会后旅游，会后旅游是跟团的然后美国那个营地又非常的有挑战性，就值得去了，很值得去，然后所以就是一定要保持这次机会但是遇到钱的问题因为我没有那时候工作遇到瓶颈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伙伴借钱，然后伙伴就是我的朋友、学长、同居伙伴，就是一直借了真的借20万，然后就去了。所以就是，然后后来就是在疫情期间就慢慢还清了。
就是把这笔钱包还掉这样。哦，所以那我当然这次活动结束之后，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要再借了。我每次活动一定要自己赚钱去，我不要再借钱。所以这是伙伴支持我去的，我跟同学伙伴借钱去的。哦，这是美国去哦。那美国去事后是跟团，跟团哦。那大家看一下美国的活动哦，我让伙伴看一下照片，这是白宫嘛，啊，这是国会大厦，这是会前旅游，然后这是会前旅游哈，这是林肯总统，然后这是同心商店，它非常大，而且同心商店有两处，还有2处。然后在同心商店就开始换东西了。哦，这是我带的小朋友，哦，他们是台南的建兴国中的小朋友，开始换东西了，在排队就开始换东西了。然后现场换布章嘛。再来，他们有很多高挑战性的活动，这个叫做溜索。那溜索的话，如果如果你的体重不够重，它就卡在上面，那就很好笑，卡在上面，然后就要靠那个前后伙伴帮你拉回来，然后就开幕哦，然后就独木舟，再来这是垂降，垂降，这也是垂降，就慢慢降下去这样子，慢慢降下去这样子。然后我们文化日我一样是开设书法的那个站，然后伙伴就是也是很捧场了。然后这是树冠层行走，树冠层行走现在台湾好像也有了树冠层行走，然后你要从这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树冠层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的中间的那些东西都非常的高挑战性，所以上面都有确保的绳子，都有确保的绳子。然后过去的话就是比如说一条绳子而已啊，或是几个歪歪斜的木头这样的，可是过去蛮艰难的。哦，那伙伴也是玩的很开心哦，小朋友也是玩的很开心。然后这是树冠层行走的其中几张照片，所以上面都有绳子确保那个保护绳确保。然后对对，就是这个东西。然后他走的时候，这个都会歪哈。然后这一般就只有一条绳子而已，然后他就慢慢走，拉着上面绳子，然后慢慢往前走这样。然后中间还有阻碍物，然后最后结果下来，从上面下来这样子。然后在营地里面当然也很有趣啊。我们如果是值班小队要帮忙拿瓦斯，哦，用这个露营车拿瓦斯，然后就伙伴就坐在车子里面这样被人家拉这样子哦。然后这是代表团长 Contingent 10他们的一些活动是比利时的，但是小朋友这个尿尿真的会尿尿哦。然后就遇到伙伴要签名啊、交换领巾啊、交换布章啊等等的，就是反正路上遇到的话，就会很多外国伙伴就要想要跟我们换东西哦，就非常的受欢迎。台湾那时候去了不少人，去了700多个哦，但是呢，外国伙伴也都是很想要互相交流嘛，然后就换布章哦，地上一坐就可以开始摆摊了，这是童军的特色。然后这是荷兰的 full house 哦，然后再来就是营地的一个部分，然后现场会有人就是做这个打扮成武士的样子嘛，然后就可以跟他合拍照。然后我们值班小队要煮全团的食物，全团食物哦。那主食事实上都没有很难的，因为它都是已经熟了，然后热一下就好了。然后我们值班小队煮全团的食物，然后还有那个跟其他国家的互相交换晚餐。哦，就是我们就是这个这个，我们这一团有4个小队嘛，那其中2个小队去香港团，然后另外香港2个小队过来我们台湾团这边，然后互相交换这样子，互相交换晚餐这样子。我们有跟隔壁的，我们有隔壁是英国团，然后就跟隔壁英国团也做一下交换这样子。哦，这在世界大运当中呢，就是一个认识朋友的一个方式。然后这也是交换晚餐那一天，这跟香港的。
然后就跟像玩起来啦，玩嫦娥，玩什么？玩嫦娥后羿嫦娥吧，牛郎织女呢？啊，就是一个人被一个人就类似大风吹这样子啊，类似大风吹，全部都是国中高中生，你竟然可以玩起来，而且那个游戏还蛮单调，还真的玩起来啊，而且玩了2、3个小时不亦乐乎，玩到天黑都不亦乐乎，我就觉得小孩子真的是，真的是，那个他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在跑，他跑的话，只要碰到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就要站起来跑啊，他就可以坐在那个位置当中，然后另外一个人跑的时候呢，他只要碰到第三个人就要站起来跑，然后第二个人就会坐下来，这样就类似大风吹这样，他们也可以玩了两个多小时，我就觉得真服了他们哦。然后再来这是德国的帐篷，就拍各国的营地的特色，然后这个是斯巴达挑战赛，他们有斯巴达挑战赛哦，超级难，超级难。我有跟着他们大家下去跑，那个真的超难。他那个要把那个沙袋搬起来，沙袋要往前推。它是模拟那个苏格兰高地运动会，要把沙袋把它往前推，那个沙袋至少40公斤啊50公斤，我真的搬不动，因为这对女生来讲，她负担太大了。然后斯巴达挑战赛嘛。然后这个上去，这个我也上不去，我需要人家帮忙，这太难了。然后有些伙伴咚就上去了，这是斯巴达挑战赛，然后结束了哈，跟我们团的伙伴呢，总算得到奖牌。然后这是山上，这是我们旁边有一座山，山上呢有传统童军营地的介绍啊，这现场当然全部都 ST 啦。哦，他们就穿着当时的美国的传统服装，然后介绍传统的美国的童军露营方式，然后当时的一些东西，这是印第安的帐篷哦。然后这个活动的话，就是就是你把那个大锤哦往对方身上推，把对方推下去，这样，这就是很简单但是又有趣的活动。然后这也是风火轮嘛，然后当时的帐篷长这个样子。然后就是在富豪斯，是美国的富豪斯，然后就看到几个英国的小朋友跟一个美国的小朋友就在那边玩，这边唱歌，唱那个雷伊够，就是那个冰雪奇缘那首歌曲的雷伊够，那这几个男生在那边唱雷伊够，他就觉得好有趣哦，因为雷伊够不是女生在唱的吗？不是女生迷冰雪奇缘吗？男生在迷冰雪奇缘，我就觉得好有趣。雷伊够，对，他们在那边唱雷伊够。我没有放音乐啦，因为音乐会卡卡的。然后穿那个浅蓝色是英国人，然后穿深蓝色是美国人。然后就觉得童军真的是可以让不同国家的聚在一起交朋友，让世界缩小。他就这样子在那边唱了一个，然后就觉得哦太可爱了，然后这些小孩子这太可爱了。然后这是我们团的，我带的小朋友他们在玩排球，也是玩了2、3个小时，玩到天黑嘞。我就觉得说，哦，真的是你都不用洗澡吗？你都不用洗衣服吗？都真的玩起来了，玩排球啊。然后这是有一天我们小队要去水上活动，那天一整天都水上活动，然后这个伙伴就只穿游泳裤出门，我就觉得好好笑，就只穿游泳裤出门，就帮他拍张照片，然后就是我们小队长就看到说，那个某某某他穿泳裤出门，然后水上活动这个东西叫做什么东西呢？叫做 water climbing， 它要在上面爬，全部都是水上哦，超难爬，因为它不是陆地上面的有岩石有那个地板可以踩的，它下面是没得踩的，所以腿力不够的话，这踩不上去，我就踩不上去啊。然后还有做这个叫做立桨，这立桨哦，然后还有做潜水，水肺潜水。这个站是陈光华伙伴雇的嘞，有同学我伙伴认识陈光华嘛？陈光华伙伴雇这个站啊。这台湾人去 ISD 去的很多，然后就是请我们小朋友吃披萨嘛，然后就是跟英国人玩那个牛郎织女，他们也是在那边玩英国人，然后就也是玩到
玩到天黑，就觉得我这群小孩子真是哪里都可以玩。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活动，它叫 Scuba，它是更高阶段的树冠层行走。那因为后来在上去的时候，他就要求不要解开手套，所以我都没有拍照，然后只拍这个练习的，它会有练习的，这是练习的情况，就是那个溜索那滑来滑去，在树丛当中滑来滑去，然后这是练习的情况，就是你要滑的时候，你要把双脚交错，然后交错这样，好像滑，就这样，像这样叫做这样滑。然后这是准备要滑了，它苏州它的地点就很高，哦，然后一定要戴手套，哦，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拍照，就这样滑过去，就这样滑，然后滑的距离非常远呢，到另外一棵树上哈，因为美国的营地它是个山谷，就是一看就知道非常高，哦，然后这是中欧国家的帐篷，它是长这个样子，相信我，因为我爸有看过哈，这是捷克的代表团，他们的帐篷都一定要长这样子，然后这里面可以睡2个人，它里面非常舒适，可以放棉被哦，可以放枕头，然后英国的代表团的入口，对，然后这个是哪个？英国的，英国也是每次参加世界大陆营，英国都是来超级多人，都来4000个，他们之前也是来4000个。然后这是有一个模组叫做射击，不过他是玩游戏的，可是拿那个真枪，因为带小朋友当然是会有一些压力嘛，所以就是做团长去发泄一下，然后我就是自己一个人跑去打枪哦，他有实弹的，可是我没有玩实弹，我是玩那个电动的，就拿真正枪去打那个荧幕当中的那个东西，然后这是营地里面的我们自己的我们代表团的，他们就在玩棒球哦，就是这样玩起来，就是小朋友就随时找乐子嘛。那听说去年的世界大陆营，还有我们代表团的小朋友在营地里面挖游泳池的嘛？对，不是，因为我去年是当 IST， 所以我不知道。对啊，我就听人家这样讲的。然后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捷径，因为呢，美国那次的营地呢，它是山坡地，就是然后你要去上面那个地方，你要这样走，这样走。然后我们为了省时间，就是直接这样走，就会走出很多捷径。然后后来大会就跟我们讲说，不要走捷径，怕受伤哦。然后换布章，小朋友就开始换布章，他们只要坐下来，就可能外国人跟我们换布章。然后我们有伙伴生病，现在不是生病了，他就是中热衰竭了，就是水喝不够多，然后他就昏倒了，他就到医院去嘛。然后世界大陆营会很多香港人来，那香港人来，事实上呢，香港人是台湾跟外国人沟通的一个媒介。然后我们有一个，那现场有一个医生，他会讲中文，但是他不是香港人，他是美国华裔哦，他就跟我们沟通。那所以呢，当时的世界大陆营呢，他呢也是呢，怕伙伴呢水喝不够多嘛，所以他也是有就是做那个标语哦，就在那个牌子上面做标语，就跟我们这是台湾的，在那个走马拉办活动的时候呢，也是担心伙伴会中暑啊，所以他是就是做那个水的标语，就是希望说可以多喝水。好，然后这第一幕了哈，这也是我带的小朋友，然后这闭幕了。啊，这是接下来会有旅游，就是去纽约，参观自由女神像，然后再来是布鲁克林大桥，这是跟团的，这是跟团。然后这个伙伴呢是德国人，那这是我在世界大陆，这是我在那个冰岛认识的，然后我在世界大陆又跟他遇到哦，那今年洛克威我又遇到他，哦，就是同军就是来交新朋友，然后认识旧朋友这样子，哦，这是你可以跟世界呢接触。好，各位伙伴，你看一下镜头。那镜头的话呢，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世界大陆营的
那个牌子，加大家多喝水牌子。如果现在是黑色的话，你就要喝那个什么东西，就要喝这么多哦。那如果是红色牌子的话，就要喝这么多。那如果是黄色牌子，要喝这么多；绿色牌子要喝这么多哦。它也是要那个就是鼓励大家要多喝水哦，所以要做的景宇这个牌子哦。然后那时候的名牌长这个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这是跟英国伙伴交换晚餐啦，交换晚餐。然后就是 water climbing，就是水上攀岩哦，它非常难，因为你这个会翻哦，这个会翻，所以你上去的话呢，它就往下翻了哦，所以腿力不好的话，像我就爬不上去。然后这是营地的一些设施，好，这是大会的主舞台。好，我们小朋友去拿瓦斯嘛，就坐在上面就搞笑啊。这是影片。那影片的话，英国跟我们在交换晚餐，他们就开始唱歌，然后就很嗨啊，唱的歌也蛮好听的，就把它录下来。我没有开声音啊，就是跟英国伙伴交换晚餐。好，那接下来这个是另外一个，这是溜索啊，溜索要做很多很多确保。哦，美国那个营地的话，它这个非常高挑战性的一个营地，它有非常多的设施。哦，那它也是每次的美国全国大陆营的场地，所以如果像后年就有美国的全国大陆营，然后它也在那个活动那个场地办，如果有伙伴要去的话，就可以去那个场地看看。哦，它都有很多高挑战性的。然后这也是一个活动，就是说你要走那个棍子，然后你只有一根拐杖吼，然后慢慢从 A 点走到 B 点这样子，都很好玩，很简单，也很好玩。然后当然是这个是国会大厦哈，跳一下。然后这是我们表演给香港伙伴的那个看上他这是舞蹈，这是我们小队的表演，就在这个交换晚餐的时候表演的。然后这个是斯巴达挑战赛的时候，这个都好难，这个我都上不去，这个我都上不去，都要需要伙伴在下面帮忙。你看，都需要伙伴在下面帮忙。斯巴达挑战赛也是高挑战性的，穿蓝色衣服的是我们台湾的小朋友，你看都要需要伙伴帮忙。这个也是我们在交换晚餐，这是香港伙伴交换晚餐。然后接下来是韩国啦，好，韩国世界大陆营哦，世界大陆营。那韩国因为我去年是搭 IST 哦，那韩国的话呢，我也是因为工作关系，哦，所以先是找不到工作，然后后来跑去教国小，就是也是为了参加世界大陆营哦，就是一定要找到工作要赚点钱去。然后后来是在下学期的时候，2023年的上半年哦，就是找到了一个导师的工作，做导师啊。哦，那当然就是代理老师嘛，就薪水比较多，薪水加级这样5万多块，就可以去韩国了。哦，这现场蛮多伙伴应该有去韩国的。然后这是韩国会前旅游哦，然后是韩国的这个爱宝乐园，然后韩国的食物哦，韩国的他们的上班族在吃的食物，然后这个韩国的把那个雨水的那个这个雨伞的水把它弄干的机制，哦，韩国的一只鸡，孔刘一只鸡啦，在首尔那个地方，然后就跟我旅伴哦就喝酒哦，然后再来是韩国的东大门。他们韩国的那个有那个什么给行人所遮阳的地方，然后韩国的地铁的这个呼吸器哦，因为韩国曾经发生过地铁攻击事件，这是清溪川，韩国清溪川哦，他们的便利商店叫做 CU，nice to see you 哦，至于你有看过吗？你有去里面买过吗？Nice to see you，你有去里面买过吗？Nice to see you。啊，那他们对啊，你没遇到。然后这是韩国的建筑物，这是 M，然后这是他们的那个城堡，这是什么城堡？
景福宫吗？对，就是可以换韩服的地方了。然后就遇到有人抗议哦，有人要抗议，然后就是要一大堆韩国警察，然后去镇压。对啊，就跟台湾情况很像啊。他们抗议什么，你知道吗？他们抗议日本核废水流入海中那件事情。就台湾也知道那个消息嘛，对不对？抗议就是韩国有人抗议说日本怎么可以把核废水流入海中呢？哦，对不对？然后就起来抗议哦。然后他们抗议非常有组织哦，那每个人都背一样的背包哈，然后穿一样的背心的，而且还很多老太太、中老年人，就还蛮有趣的。因为韩国也是靠他们争取民主起来，然后有想要民主这个成果哦，那是抗议的一大堆警车哦抗议，然后后面这些抗议人士，这是抗议穿粉红色是抗议人士，然后这是警察哦，那是地铁的特色哦，这是韩国的那个建筑物，然后这是世界大陆已经开始了，就是在过海关的时候，就是他们的 Welcome Scout， 他们的海关的那个欢迎的致辞。餐厅哦，大家很熟悉了哈，世界大陆营的餐厅。然后英国代表团来了，过几天他们就走了。大家都知道吗？英国代表团呢，因为后来就是因为大会设施没有做好，所以他们才来第几天，他们就全部拔营走哦，全部拔营到首尔去住首尔的饭店哦，他们就在营地里面只待到几天的，待到8月4号、8月3号而已。然后再来跟英国朋友见面，这个是我在之前活动见到面，就是认识新朋友，然后跟旧朋友见面嘛。然后这是营地的地图哦，它是让我觉得太大了啦，但是它的长有8公里，宽3公里这样子哦。那我每次都拿来跟日本那次做比较，日本那一次是1公里，然后2公里的样子吧。1公里、2公里，就是比较小一点，然后比较精致啊。它太大，所以很多地方闲置，然后它的公车又太挤哦，很多人挤不上去哦。然后你从那个你的营地要走到你的集合场，你的要玩的地方的话，走30分钟哦。所以就是营地大也有它的小缺点。然后这后来还有绿色廊道哦，就是同学都走在里面，然后里面后来会喷水，然后外面的柏油路是给车子走的哦，还有后来有绿色廊道，里面会铺那个麻绳的地毯啊，台湾的国旗嘛，这是主营门，然后这也是 water climbing 哦，就是水上设施的话，远远拍照啊，这绿色廊道的那个拍照的。那后来很多伙伴都在里面睡觉啊，然后很多伙伴在里面换布章啊。然后这是活动场啊，这是这个inside 的哈，因为活动有分成 inside 跟 offside 哈，inside 的你的活动场你就在里面闯关呐。哦，志颖，你是在这种帐篷里面对不对？哦，大好几倍的白色帐篷好，然后再来远远看，这个是 IST 的地方，这个东西是 IST 的休息区。然后呢，营地里面呢，因为它是海捕新生梯哦，所以呢，它的排水不良，因此到最后的营地里面都很多的这种什么东西叫做集水池，对啊，然后它会有抽水机，因为下大雨的时候会淹水，整个淹水，然后就抽水机，然后就是这个蓄水池、集水池等等的，然后换布章嘛，当然是一定要的。哦，哎，接下来是挪威那次了，哦，那挪威是我今年去的啦，有伙伴可能上礼拜没有来。那挪威我看一下，因为现在已经11点多了。对啊，我看一下挪威还有几张照片，我把它秀完好了。那呃，这个那个什么，韩国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在筹划挪威这次的活动，就今年我要去挪威这次活动。然后这次活动的话呢，我就因为找到兼课的工作有20节，然后再加上我当家教哦，所以一个月差不多赚了4万多块台币。然后就是从8月底就开始存钱，从去年8月开始存钱，每个礼拜存5000，每个礼拜存5000这样，然后存到今年6月刚好20万，然后存完之后呢，还加上我的一些薪水、一些兼课费，这样加，
然后再加上其他的钱加，差不多有24万。就是去那玩37天，那一样是 Robo Way。那 Robo Way 的话呢，就是上一届是在荷兰举办嘛，然后6年之后就是在挪威举办。挪威的物价很高哈，所以那时候跟我的旅伴他刚有上来，后来又走了。旅伴他就规划住宿跟行程，然后就跟着他这样做。那我们先是到北角去，北角在最北方。我坐到最北方看了午夜太阳。那午夜太阳的话，人家是上面看极光了，所以看午夜太阳。然后后面有地球仪，地球仪也是一到人上面爬来爬去。好，然后他们挪威的充电的地方非常多，连车上都有充电设施。然后就跟老朋友见面嘛，这是我之前认识的英国人。然后 ISD 的开幕这是现场的主任，这尹主任跟这副尹主任，他们都是年轻人然后再来是跟伙伴去爬山，这是台北的一个伙伴我们 ISD 去了5个然后参赛人员去了11个，然后总共是18个。不是对，参赛人员是11个，然后 ISD 5个，2个 CMT 这样子。然后我们去哪里呢？去这里，去圣坛岩圣坛岩人里面上面人超多，因为那天大家是同军去所以好像菜市场一样。然后看那个嘛峡湾嘛，再来跟外国伙伴换布章，这个是英国国王即位的布章。然后跟之前的伙伴见到面，这是芬兰的，这是之前的认识的。然后再去斯塔万格就附近的营地附近的城镇走走。然后他们是石油博物馆，因为斯塔万格是石油探勘大国大城市。当然这是我的模组，我是顾关的，因为我这次是 program， 我这次是那个活动组。然后我们模组呢是 outdoor skill， 就是户外技能。然后我们有一关叫做生活。然后我们那天晚上，我们这一关的人就开始先生一堆火，因为我们要挥镜然后就现场看到这些正妹就是外国正妹就开始头低的就开始生火，就削东西那我就觉得说同性真的太有趣了我就跟我在挪威认识的瑞典朋友说，我觉得同性是太有趣了一堆帅哥美女呢，他们暑假都没有去 pub， 都没有去听演唱会，就跑来参加同性活动。我觉得就是这些人，他们怎么会想要来参加同性活动？像那个背着黄色背包，这个他是芬兰人，他长得非常漂亮，他就低头在那边削东西，我就觉得超有趣的，太有趣了。然后我们还烤棉花糖，然后后面还有小朋友，小朋友就是我们还要去捡木材嘛，小朋友就把木材拿给他，爸爸木材给你他们小朋友都很利落他们就然后还烤棉花糖的时候还要自己夹饼干，这好有趣那小朋友就是很熟练的，他们对露营东西都很熟练的。然后这是其中一关叫做这个棉花包灰烬，然后搓揉之后呢，用放大镜去照，看能不能生火这样子。就是我们 outdoor skill 户外技能有9关，那这其中一关。然后这是我们的我们 outdoor skill 招检，这是我朋友，他很会做杂耍。然后我那一关叫做那个啦，叫做先锋工程。那先锋工程是什么东西？我们是做晒衣架再晒衣架这是请 IST 来先测试一下活动，然后 IST 就搞笑嘛，就开始拍一些照片，然后跟我朋友见面。对，就是我之前在世界大陆的时候有跟他见到面，然后我们这次又遇到了。然后这是挪威的食物事实上也蛮可口的啦。然后跟 IST 在 full house 里面喝酒聊天，这全部都是台湾人。然后营地附近的景色，然后一样的，我们在小朋友到达那一天呢，也是帮忙搬行李下来，然后小朋友再来拎行李走。好，然后跟台湾的小朋友拍照他们一下车第一个看到的台湾人就是我就跟他们拍照。然后再来就是在开幕的时候呢，只要坐下来就有外国人跟我们换东西，因为我们台湾这次只有去18个人，现在有5000个，那我们台湾只有去18个，所以我们变成抢手货。我们的领巾布章T 恤帽 T 都被人家就是人家想跟我们换然后 rubber band 这是 rubber way 的一个特色 rubber band。
然后这是我雇的官，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先锋工程。然后他们要做晒衣架，就做了很多千奇百怪的。我觉得青少年真的是太有创意了。哦，这也是哦，这是青少年。我觉得这萝卜味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因为现场的青少年是16岁，然后16岁他们就是在我面前耍宝，我就觉得太有趣了。然后身上掉一大堆东西，然后帽子上面掉一大堆东西啊，背包上面夹布啊，哇这样。好，啊，要不然就是嘴巴这样合起来，然后就是学鸟叫，我就觉得这太有趣了哦。对，而且他们又非常有礼貌。对啊，他们东西弄完之后会收一收还给我。对啊，你不会觉得无聊，他们不会觉得做这个东西很无聊，他就这样子。然后就各个国家，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这样子，这青少年就在我面前，然后做他们做，我跟他们讲说要做什么，他们就真的做哎。然后这也是啊，这是晒衣架。然后这是营地附近的景色，然后我一样在这个文化日的时候写书法哦。然后这个是挪威的童军，他是台湾人，有一个台湾的团长认识他哦，所以他拿那个台湾团长名片给我看，叫做谁？叫李永义，我有关认识他嘛。然后后来纸都写完了，然后就写在人家手上。然后这是德国的富浩斯的收据，上面是德国的大黑杖的样子。然后我为什么拍这张照片呢？因为呢，我把背包放上去之后，就有人把背包跟着放了，所以会长背包出来哦。柱子上面会长背包。然后这是荷兰的富豪斯哦，荷兰专门盖一个富豪斯的时候呢，专门盖一个大帐篷来干嘛？让人家跳舞，里面是舞会，还有卡拉 OK。然后这附近的营地的景色。然后这是我另外一个站哦，我总共顾过2个站，这个叫做水，就是做纯水系统哦。那他说一个瓶子里面脏水，你要把脏水的水变成纯水流到这个瓶子当中，然后我叫他们做那个纯水系统。那事实上最简单就是用蒸发啦，就是水蒸发，然后纯水经过这个瓶子之后来到这个地方哦，他们只要做出来就可以过关，就可以得到线索，他们就解密。然后这也是啊，这是奥地利的小朋友，他们超级可爱，超可爱的哦。然后这个奥地利正妹就在那边哈哈笑，一边笑一边贴东西，因为他要比另外一队还要快一点哦，他们要比赛。对啊，那这高中生嘛，就觉得很好笑，很好玩。然后这附近，这是我们的模组的场地。然后事实上呢，那这边有一群人，他们就是被草遮住，好像躲在草里面一样。他事实上也在做活动。然后这个女生，我觉得超好玩的。她身上不知道带了多少条领巾，看一下。然后掉一大堆东西，布上好多个哦，领巾这边一条，这边一条这样。然后很酷哦，我就觉得这是太有趣了，这青少年是太有趣了。然后再来是跟我的朋友见面，这斯洛伐克的伙伴，这是我之前认识的，我们这次见到面又拍一张照片。然后营地外面是帐篷，营地外面是欧洲，营地外面是帐篷。这是 IST 的地方。我每天早上都4点半起来洗澡，然后准备今天一整天活动。因为晚上洗澡太多人，我都早上起来洗澡。然后这是我们的模组的成员，我们准备开战哦，开战，然后就是先聚会，然后聊聊天，讲讲话这样子。哦，这凝聚团队共识。然后这是小朋友在做那个纯水系统。这是也是我们呢，这是结束了，我们做一个 ending 这样。然后我们要去斯塔万格附近的景点走走。这是闭幕了哈，闭幕了。然后闭幕的时候呢，我一样帮忙这个参赛员去搭巴士，然后让他们离开哈，就要 check 人员是不是有票等等的。然后我留在营地1个礼拜，帮忙恢复营地，恢复到就是把那个营地的那些东西都那个嘛清洁嘛。哦，然后附近的斯塔万格也附近去走一走，然后也帮忙清营地的东西。哦，然后这是伙伴，就是我们 ST 玩游戏哦，他就是你可不可以从下面翻上来啊？不要着陆这样，可不可以翻上来？哦，这个冰岛伙伴他很会翻。然后我们要把电线收回来。后来的工作越来越辛苦，
因为所有营地里面出现的东西，我们都要把它帮忙弄掉。然后他们就开了这个大车，然后大捆的东西就收那个电线。然后这是挪威童军的工具间，超级多，超级多样，就是斧头啊、锯子啊、那个圆锹都非常多支。然后我们当天晚上就 barbecue 嘛，烤 barbecue。我们留在营地的 IST 就是挪威童军就招待我们，然后就是外面帐篷一个个变少了，就很多 IC 都回去了。然后到这只剩下3个，只剩我跟另外一个台湾伙伴跟一个冰岛伙伴这样子。然后还有做披萨，自己做披萨。再来就是挪威童军的挪威的桌子，它桌子下面有一个凹槽，可以把椅子这样穿进去，所以他们外国人都会展现他们的巧思。这是烤面包机，这是我清的，因为它很干净，是因为我帮忙清的。然后这个桌子下面有凹槽，可以把椅子这样穿进去。然后跟我的朋友在斯塔万格跟我朋友见面，然后我们坐的那个沙滩车去营地附近的海里面游泳，那超级冷这个挪威夏天的时候的水还是很冷。然后帮忙把那个德国的副号石呢拆掉之后留下来洞呢，把那个土填进去。这是我们在营地的最后一天，我留营1个礼拜嘛，在营地的最后一天呢，帮忙的营地恢复。我们还去超市买那个泥土，然后你看那个洞要把它填满，然后你看这是工具间，然后在斯塔万格附近的会流血的地方，这是小狐狸的店，斯塔万格的那个港口。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就是罗弗敦群岛，就跟另外伙伴张云英伙伴，我们去罗弗敦群岛坐飞机。这下我们已经离开营地了。这是全世界最北的麦当劳，在特罗姆瑟，在挪威北方一个城市。然后就接下来就坐那个红色的巴士，然后要去游那个罗弗敦群岛。那罗弗敦群岛的话在哪里呢？在挪威北方的一个地方。我先把照片呢秀给伙伴看一下，在哪个地方？因为我上礼拜有讲到这个地方。我先把照片秀给大家看，就是我们在挪威的旅行的时候的主要的地方在这里。那罗弗敦群岛在这里，这里。那我们营地在这里，然后所以我们坐飞机到这里之后呢，慢慢再坐车过来，所以我们营地结束之后呢，就坐飞机先去玩罗弗敦群岛，去5天，然后再坐船来到博多，再坐火车来到特隆赫姆，再从特隆赫姆开始走那个叫做挪威缩影，走挪威缩影之后呢，回到奥斯陆，然后在奥斯陆呢再搭飞机回台湾。这是我们这是今年在挪威旅行的时候，会后旅游10天的大致上的行程。好，那我就继续呢分享一下。然后这是我们即将去罗弗敦群岛坐的车子，我坐的车子。然后再坐船因为挪威非常多峡湾，所以呢我们要坐接驳船，车子就是开进船上，然后我们就下船这样子。然后这附近的景色，然后这是接驳船，就是那个渡轮，它非常的大，因为挪威的峡湾很深，所以那个船呢上面都很多车就直接开进去。然后这是渡轮上面所看到景色，那附近的看到的景色，这全部都是冰河地形嘛，对不对 ？U 型谷，冰河 U 型谷。然后这是渡轮里面的车子，车子直接开进去。然后附近的来到了这是罗弗敦群岛的附近一个城市它附近的全部都是卖峡湾行程的这个旅行社。这是旅行社，它上面卖票嘛 ，ticket 嘛。然后一样遇到朋友，然后就跟他合照。然后这个是附近的一个这个篮球场，这都在罗弗敦群岛。说实在话，这一位伙伴是波兰人，然后是我在这次罗伯威认识的。然后呢，他一见到我就跟我讲第一句话叫什么呢？他说：“恭喜你们台湾的林玉婷打败我们波兰人得到金牌。”真是，因为那天刚好就是奥运的金牌上隔一天。
然后就觉得说他要关心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超有趣的。然后这是罗弗敦上面的一个篮球场，然后我们住的罗弗敦群岛上面的旅馆，因为它的旅馆是渔屋，渔屋就是长这样子，它有一些支架伸到水里面去，但是传统挪威的渔民们所住的房子，就长这样子渔屋，然后我们继续坐红色巴士，然后继续往罗弗敦群岛其他城市前进。然后中途停留一个地方，就全部都渔屋，然后就都渔屋长这个样子嘛。然后这附近的山，然后我们住的旅馆也是渔屋，也是然后附近的景色，然后也是爬山哦，爬山从山上看下去的景色，这是罗弗敦群岛，山上看下去景色非常的壮丽。然后呢，就是这个整个群岛上面全部都岩石，然后呢，可以说房子旁边就是岩石，它是就地取材，把岩石拿来盖房子，或是直接盖在岩石上面哦。这是挪威的附近的景色。然后我才发现我们是住在博物馆上面，这是一个博物馆，我们的旅馆在这边，我们这住在博物馆上面的旅馆。然后就是我们是住那个青旅嘛，所以认识外国人就可以跟他认识合照。这是渡轮，他开口了，准备车子要冲出来，然后下车要冲进去这样。渡轮里面它非常的舒适，有卖吃的，就从渡轮外面往外看哦。然后渡轮里面它有行李架哦，行李架你可以放行李。然后再坐火车从那个博多要坐到特隆赫姆它的这个大钢牙干嘛呢？他要把这个货柜插起来的地方，这是大钢牙。然后这附近的博多港口附近的景色，然后这是我们的火车的位置。那火车里面非常的宽敞舒适，有餐厅，然后行李架，这是车站的寄行李的地方。这是特隆赫姆的一个老城桥，然后特隆赫姆的景色，特隆赫姆的一个堡垒，山上一个堡垒。挪威曾经遭受过瑞典的入侵，所以他们建这个堡垒是为了防止瑞典军队来攻打他们。然后有大炮，在山上看到景色。然后这个是特隆赫姆的一个大教堂，它是挪威国王即位的地方。再来就是一样继续坐火车，然后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爬山。那个地方呢是欧达尔斯内斯，就是一个小镇。但是小镇的话呢，我们就爬山。那爬山的话呢，爬上去得2个多小时爬上去然后看到景色也是非常的壮丽。然后一定要吃冰淇淋哦。我们计划他说每天都吃冰淇淋，因为冰淇淋的话，就是心情会变比较好一点。对啊，所以都是每天吃冰淇淋。然后上山之后怎么可能自己爬下来？当然是坐缆车下去，就坐缆车。然后接下来就是继续搭渡轮，要到莫尔德。莫尔德也是小安的一个城市。然后这是附近的看到景色很多很多的船挪威人有钱人就是买一艘船。然后这是住在 Airbnb 我们那个住在挪威人家里面，他们家旁边的庭院，超有钱的。然后挪威童军的一个服务站，它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服务站，里面有房子，有训练场。然后这是莫德附近的峡湾的景色。他们如果要到对岸去，真的要坐船然后就是觉得说哇，你每天看到那些海啊、山啊，不知道挪威人的心情作何感想。然后还有很多海鸥，还有浮动桑拿屋。然后这是渡轮，非常大，因为它们水都很深都海水，全部海水。他们是小湾嘛，就渡轮。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大西洋公路，就到大西洋公路上面。然后这来到奥勒松，挪威的一个城市奥勒松。然后我们隔天要坐飞机去卑尔根。那飞机场在哪里呢？在海的对面。那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怎么过去，走海底隧道。那挪威他们的交通建设真的非常的发达。你要去到另外一个岛，你有桥，你有船，
也有海底隧道。他们挪威人只有500多万人而已，他们交通建设都做得非常的精致，非常非常的周到。然后再来就是这是奥勒松的那个景色。奥勒松呢，它曾经遇到大火，后来是德国皇帝威廉2世资助它重建，所以很多的德国的特色的建筑物，然后后来就准备坐飞机要去贝尔根坐小飞机去贝尔根。贝尔根大家应该都知道曾经是挪威的首都，然后贝尔根的火车站，贝尔根鱼市场里面有2个台湾人在那边打工这超级无敌贵我没有去那边买。然后贝尔根最有名的布吕根的木屋因为贝尔根以前是大城市它是汉萨联盟时期的据点所以很多的商人在这个地方聚集，然后就木头做成的仓库。后来现在仓库都没有在放货物了，都是一些文创商品，然后跟当地的跟贝尔根的木屋合照然后是坐缆车上去看夕阳。这是贝尔根的捐血车，然后这个是冰岛人的铜像。这个冰岛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挪威王列传》因此挪威呢就帮他立一个铜像，立在挪威。然后有风帆啦，那个传统的风帆，这是买行程的。然后跟铜像合照。再来，我们准备要去做挪威缩影那就是坐在火车上中看到很多很多的溪流，上面有泛舟然后接下来坐船坐那个游艇去游那个峡湾游艇里面呢非常舒适都有卖吃的。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弗洛姆，然后那个地方没有旅馆，要露营然后再来就附近的城镇就去那个当地有导游带我们去附近城镇走，然后有这个城镇呢，它有做古今对照那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城镇呢以前是一个集散地就很多的很热闹现在已经没落了他就跟我们讲解当地的历史。然后还有去鳕鱼博物馆不是鲑鱼博物馆那就发现挪威人也很喜欢拍这种照片就是我钓到鱼啦，然后就拍一张照片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回去的时候呢那个我们买的那个行程的那个司机就带我们去景观公路，然后就可以下来踩雪这样子挪威山上还是有积雪的。然后这个积雪，再来这附近的景色，然后再来是我们那个露营的那个地方呢有那个铁路博物馆就是参观铁路博物馆。然后准备搭火车然后有那个行李架。然后这个地方是挪威一个很有名的瀑布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会让停下来，然后在里面拍照，然后现场会有人出来唱歌跳舞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坐火车回去，然后这个火车的制服我觉得非常酷他们火车的制服绿色的，他们火车叫 VY 然后接下来准备搭火车去那个去奥斯陆。你要去就是这个地方是奥斯陆跟贝尔根的交集点嘛。然后来到奥斯陆当然要去小狐狸的店去采买。然后奥斯陆附近走走，这是那个奥斯陆的那叫什么音乐厅这是孟克美术馆。孟克就是那个那个尖叫那个尖叫那个然后这附近的奥斯陆附近的景色，奥斯陆的一个那个城堡，听说这个城堡是冰雪奇缘的原型叫做那个叫做有点忘记它叫什么城堡了，阿克胡斯城堡。好，这个是挪威的那个什么市政厅，它是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不过它这边包起来没有办法拍到全貌，然后就有一些浮雕，然后再来就是王宫，挪威王宫然后就有跟卫兵合照，然后就挪威的地铁那个地面电车。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是去机场了，机场的快捷火车那是有行李架，然后接下来我就杜拜转机嘛，就回台湾了回台湾就可以跟空姐合照这样子。好，然后今天的我的分享
足足分享了快到12点啊！伙伴有什么问题吗？伙伴有什么问题吗？大家有睡着吗？今天的时间真的是有点晚了哈，谢谢秀珍辛苦了。那因为其实时间实在是太晚了，我们就不开放就是大家在聊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明天其实是要上班的日子。这时间点我们先来一个合影。那各位如果有任何想要跟秀珍这边要请教要交流的话，就是欢迎可以就是在我们贝学院的粉丝的相关的就是讯息栏的部分做留言。那我会把这个讯息会转达给秀珍，这样好吗？好了，那各位我们就把镜头先打开。秀珍，你帮我把那个叫什么，就是分享的部分帮我先关掉。好，谢谢大家伙伴，谢谢各位伙伴从9点一直给我变到在底掉。秀珍，我真的没想到你今天这一场时间这么的长，你不会累吗？我不知道，我想说要把它全部讲完，因为很多伙伴是第一次见面，像那个智博，对，于选是上次全国大陆营的时候同组的，对啊，然后就想说啊，那应该对啊，那就把它讲。忘记跟你讲了，时间如果真的很长，我们可以把它分段，不用这么辛苦的一次讲完。好，谢谢。那各位，我们那个方便开镜头吗？可以的话，我们开个镜头一下。好，没有人开镜头是吗？好，那我们3个哦，我来看一下哦。小3，好哦，谢谢。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请记得按赞、订阅及分享。